如果我能重生，我想要一副健康的身体。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博士论文，标题是关于现代武术产业与武术复兴的可能性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一定能实现成为武术家的梦想。少年站在宏伟的建筑前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真的转生了。这里是学院，入学仪式正在举行，围观的人群发出惊叹，真不愧是帝国第一学院。金发少年说道：“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。”少年在交锋中占据上风，他看向对手说道：“太弱了，只要将理论与力量结合，我就能推算出战斗的结果。这一世，我终于能实现梦想了。”原本以为是这样，少年的瞳孔发生异变，透出红光，一股狂暴的气息从他体内喷涌而出。他半跪在地上，被巨大的阴影笼罩。我的身体，这是什么？金发男人看着这一幕说道：“是因为诅咒。”长发少女焦急地喊道：“路易斯，不要输给诅咒！”路易斯愣住了，诅咒？我做了什么？这一世，难道我还是要输给命运吗？充满恶意的声音响起：“快放弃吧，你这个怪物！你的命运注定和那个英雄一样。”心脏在胸腔内剧烈跳动，发出沉重的轰鸣。路易斯的双眼充斥着狂暴的红光，他大声吼道：“去他的命运！如果这就是我的命运，那我就把它彻底粉碎！”胜利594年，坎德里亚奥术师学院门前人头攒动。路易斯站在宏伟的学院建筑前，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报考人群，真令人难以置信。不愧是帝国顶尖的奥术师培训学校，竟然有这么多人来报考。路易斯今年13岁，他正观察着四周，身后传来一阵呼喊声：“路易斯！”一名戴着眼镜的棕发男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，后面还跟着一位穿着修女服的女性。棕发男人抱怨道：“你走得也太快了，别把我丢在后面啊！”修女走上前，神色担忧地叮嘱路易斯：“带好身份证件了吗？你的发色一定要小心，别让任何人注意到。”路易斯回应道：“别担心，妈妈，染发剂和身份证件我都带了。”修女神色不安：“或许你还是不该参加这个考试。我听说每年都有考生丧命，万一有人因为你的发色和同色盯上你。”朱利安走上前：“只有魔法才能解决这孩子身上的问题，对吧，拉希拉？”他看向远处的学院，在北方的帝国境内，这是唯一一所平民也能参加考试的学院——坎德里亚奥术师学院。这座由坎德里亚皇室建立的顶级学府，位列大陆10大学院之首。这是一所由帝国最强的大师们亲自授课的奥术师培训学校。在过去的10年里，好几位出身平民的守护者横空出世，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毕业于这里。朱利安推了推眼镜，露出自信的微笑。总之，我认为这里是这孩子学习魔法最理想的环境。路易斯握住拉希拉的手说道：“朱利安说的对，我必须成为一名伟大的奥术大师，我要变强，然后从教会手中夺回孤儿院的所有权。”拉希拉愣在原地：“你真的变得很可靠了，但我不仅没法治好你的暴走，还让你为孤儿院操心，我真是个差劲的母亲。”朱利安安慰道：“你照顾了那么多孩子，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”路易斯说道：“是啊，妈妈，正因为有你，我才活了下来，我真的很感激。在我的前世，我曾梦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格斗家，然而严重的哮喘让我不得不依赖呼吸机生活，甚至连我的父母都因为我是个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开始厌恶我。即便如此，我从未放弃对武术的热爱，这份执着最终结出了果实。我成为了一名研究武术理论的学者，发表了关于现代武术产业与复兴可能性的博士论文。我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格斗产业的发展，为武术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但是一名学者窃取了我的论文，那个卑鄙的小人甚至反咬一口，指责我才是那个小偷。最终连我的父母也彻底抛弃了我，他们拔掉了我的呼吸机，任由我在绝望中挣扎。我想活下去，如果真的有来生，我想要一副健康的身体，想要一个爱我的家庭，我想要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胜利90年，北坎德里亚帝国曼提亚镇，拉希拉看着襁褓中的婴儿，耳边传来质疑的声音：“你真的打算收养这个孩子吗？看看他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，这个孩子会给孤儿院带来灾难的。”路易斯缓缓睁开眼，意识在一片混沌中苏醒。这是哪里？我应该已经死了才对。拉希拉说道：“这个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他。”他温柔地注视着婴儿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叫路易斯。路易斯·基里尔。”路易斯感受着这份温暖，在这一世，我拥有了深爱我的家人，还有一副健康的身体。一声粗暴的呵斥打破了温馨的回忆。平民让开！拉希拉被一股蛮力猛地推开，身体失去平衡向前倒去。朱利安惊呼道：“拉希拉！”路易斯立刻冲上前：“妈妈！”一个傲慢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：“平民也想成为奥术大师，为什么要梦想那种不可能实现的事？”他嫌恶地拍了拍手：“哎呀，我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肮脏的平民，希望我的好运不会因此耗尽。”旁边的同伴也跟着发笑：“呵呵，说的没错。”路易斯死死盯着他们，眼神中透出冰冷的怒意：“你们这些混蛋！”他正要上前，一只手突然从侧面伸出，死死按住了他的手臂。朱利安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考试上。”拉希拉提醒道：“你答应过不在学校惹麻烦的，记得吗？忍耐一下。”路易斯沉默了片刻，眼中的怒火逐渐平息。他低下头回应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妈妈。”挑衅的贵族少年不屑地冷哼一声：“真扫兴，算你走运垃圾。”他看向同伴：“走吧，去领我们的号码牌。”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，让开！凯恩大人过来了。阿兰卡家族的继承人。一名金发蓝眼的少年走来，围观的考生们发出阵阵惊叹。他看起来真像个真正的贵族，简直在闪闪发光。路易斯的眼神变得异常凌厉，瞳孔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。混蛋，给我等着！
拉希拉察觉到了异样，担忧地唤道：“路易斯！”路易斯立刻收敛了神色：“我没事的，我一定会通过考试，成为一名伟大的奥数大师。”凯恩停下脚步，微微侧过头看向后方，沉默不语。路易斯迈开脚步，朝着学院大门奔跑而去。我要学习魔法，向所有人证明，这一世我要成为最强者，去守护对我而言珍贵的一切。拉希拉看着路易斯的背影，神色担忧地问道：“他真的会没事吗？每年只有20到30人能通过考试，而今年的报考者足足有2万人。我们只希望那孩子能平安无事。”朱利安说道：“他比任何人都固执，一旦决定了要做某件事，他就会不顾他人的眼光，勇往直前。作为家人，支持他就是我们的职责。”拉希拉轻声回应道：“你说的对。”路易斯挤在密密麻麻的考生队伍中，看着周围一张张陌生的面孔。这里就是考场吗？大家看起来都比我大。一个威严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。第160届坎德里亚奥数师学院入学考试现在开始。阿罗尼安悬浮在半空中。我是这所学院的院长，也是本次考试的总负责人。台下的考生们顿时陷入了疯狂的骚动，竟然是阿罗尼安院长，那位大宗师竟然亲自主持考试。路易斯站在人群中，陷入了沉思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存在着被称为武术奥术师的群体，他们是精通武道奥义的修行者，而衡量他们实力的等级共有6阶，从低到高分别是学徒、战士、大师、大宗师、贤者以及传说中的圣者。大宗师位列第3等级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奥术师就是特权阶层。阿罗尼安挥动手臂，指向通往学院深处的漫长石阶。第1场考试就是爬上这些由你们的前辈们把守的台阶，在那些学长学姐的身后，放置着通往下一关的通行证，总共只有1000份。只有拿到通行证的人，才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测试。一旦通行证被领完，考试就会立即结束。他伸出一根手指，语气变得冷峻。那么开始。随着阿罗尼安的一声令下，数以万计的考生如同潮水般涌向石阶。考生们嘶吼着：“我才是第1名！”这种考试简直易如反掌。接招吧！一名守在石阶顶端的学长嘴角勾起一丝残忍的弧度：“各位考生，欢迎来到地狱！”狂暴的红色气息从他体内喷涌而出，瞬间席卷了整个石阶。冲在最前面的考生们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就被这股恐怖的压力震慑在原地。惨叫声此起彼伏，无数考生被这股冲击力掀翻，狼狈地滚下石阶。考场广播中传出冰冷的通报声：0504号考生淘汰，10756号考生淘汰。一名考生指着石阶上方惊呼道：“那不是财政部长的儿子西斯大人吗？去年的第1名，太可怕了！”路易斯穿过僵持的人群，神情冷静地走向石阶。那并不是攻击，他只是释放了灵气来威慑我们。意志薄弱的人会因为恐惧而昏厥，并不奇怪。西斯站在石阶高处，俯视着走来的路易斯，说的没错，你看起来倒是有几分胆量，但这里多的是有天赋的人，而且这里没有平民的位置。不过，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这里，他单手指向天空，狂暴的能量如火柱般升腾而起。我要让你跪下！恐怖的杀气向四周疯狂扩散，考生们发出凄厉的惨叫：“救命！别杀我！喘不上气了！”路易斯站在翻滚的黑色灵气中，神情自若。他开口说道：“你的杀气就只有这种程度吗？吓唬普通人确实足够了，但对于像我这样训练过的人来说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”他猛地向前踏出，我会让你们这些贵族看清楚真正的力量究竟是什么。周围的考生们惊恐地瞪大双眼，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。西斯脸上的傲慢早已荡然无存，他惊骇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路易斯缠绕着绷带的拳头带着破空之声，稳稳地停在西斯的鼻尖前。西斯僵在原地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周围的考生们目睹了这一幕，纷纷发出惊叹。他不仅抵挡住了杀气，甚至还对学长挥拳了。他看起来才13、14岁吧？他是怎么在不使用魔法的情况下做到那种事的？路易斯径直走向放置通行证的告示板，我要通过了。西斯看着路易斯的背影，愤怒地咬紧牙关。可恶！他猛地转身，周身再次爆发出狂暴的红色灵气，试图从背后发起攻击。路易斯猛地挥动手臂，一道凌厉的劲风呼啸而出，正面迎击西斯的攻击。西斯满脸惊骇，不可能！区区一个平民，竟然在没有使用魔法的情况下挡住了我的重击。阿罗尼安出现在西斯身后，伸手按住他的肩膀。路易斯通过了第1场考试。西斯结结巴巴地回应道：“可是他只是个平民。”阿罗尼安神情威严地看向西斯：“坎德里亚奥术师学院平等地对待每一位考生，无论你是贵族还是平民，在怪物面前，我们都只是同样的人类。”西斯低下头：“您说的完全正确。”路易斯开口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阿罗尼安看着路易斯：“祝贺你，你的发色真是令人担忧。”路易斯抬起头问道：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阿罗尼安拍了拍路易斯的肩膀，凑近他的耳边说道：“如果你被录取了，我会为你准备一种特殊的魔药，用来隐藏你这些独特的特征。”路易斯沉思着，虽然不知道他在计划什么，但现在首要任务是先通过考试。他开口说道：“那么我去准备第2场考试了。”西斯盯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暗自盘算，那是院长第1次在考试中干预，他为什么要保护一个平民？路易斯·基里尔，我会记住这个名字。坎德里亚奥术学院第2训练场内，广播声响起，第2场考试即将开始，请考生在此等候。路易斯观察着人群，2万名考生中，如今只剩下1000人，周围大多是接受过精英教育的贵族，几乎没有平民留下。一名贵族考生故意撞向路易斯：“下次可没人会帮你了，你这个平民。”路易斯冷淡地看着对方。贵族考生指着路易斯说道：“如果不是院长帮你，你早就被取消资格了。”路易斯轻笑一声，说：“真的，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。”贵族考生愣住了：“
你说什么？路易斯看着他说道：“院长的判断力比你们这些人要好得多。”贵族考生攥紧拳头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你这混蛋，想让我把你打晕吗？”路易斯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。贵族考生怒吼道：“那我就成全你！”他挥动拳头冲向路易斯。路易斯侧过头，伸出缠着绷带的手指，精准地点在对方的胸口。贵族考生僵在原地，惊恐地喊道：“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！”路易斯看着他，低声说道：“经脉切断，螺旋点穴。”一股强大的冲击力爆发，贵族考生被击飞出去，重重地摔在远处。同行的2名同伴惊呼道：“兄弟！”他们急忙跑过去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贵族考生看着自己颤抖的右手，惊恐地喊道：“我的手臂没有知觉了，根本动不了！你这混蛋，你用了毒对吧？该死的，我要立刻举报你！”路易斯走到他面前：“那不是毒，那是武技。我一直按照母亲的要求在忍耐，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只有做好被打准备的人，才有资格向别人出手。”一只手突然从侧面伸出，稳稳地抓住了路易斯的手腕。凯恩开口说道：“现在还在考试中，你不在乎被取消资格吗？”路易斯沉默地看着对方。后方倒地的贵族考生挣扎着叫嚣：“别多管闲事！你这个平民混蛋，我要杀了你！”凯恩侧过头，冷冷地看向那群贵族考生：“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？该退后的是你们。”贵族考生们咬紧牙关：“算了吧，我们走。”路易斯心中冷冷地想到：平民和贵族全都是垃圾，记住这一刻，全都是仗着身份为所欲为的家伙。所有的贵族都一个样。凯恩转过身，看向路易斯说道：“路易斯是吧？你很强也很有勇气。”他伸出手，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：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要不要组队？”周围的女生们立刻发出了尖叫声：“凯恩大人，您是在找队友吗？”一群出身名门的考生瞬间围了上来，争先恐后的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来自诺德家族的，我是谢伊家族的。凯恩大人，请选我吧，让我们组队吧。”周围的人小声议论着：“凯恩大人真的只有13岁吗？他真的太出色了，不愧是家族的继承人。他毕竟是贤者阿兰卡家族的继承人，只要和他组队，就肯定能通过考试。”路易斯冷哼一声，训练场中央爆发出一股巨大的能量。阿罗尼安站在高处，俯视着众人：“恭喜各位通过了意志测试。”他打了一个响指，接下来终于要开始力量测试了。考生们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的胸口浮现出了发光的印记。这是什么？凯恩说道：“这是土属性印记。”另一人疑惑地问道：“土属性吗？”话音刚落，重力感骤然倍增，考生们挣扎着喊道：“我的身体突然变得好重！”巨大的魔法阵在训练场上空展开，强烈的金光笼罩了整个考场。阿罗尼安宣布，第2场考试，你们将在大魔导师的土系魔法影响下，在这个舞台上进行战斗。考生们艰难地支撑着身体，这竟然是大魔导师级别的土系魔法，简直不敢相信！我们必须在这种状态下战斗吗？突然有人指着前方惊呼道：“快看那个人，他正若无其事地走动！”凯恩停下动作，那是……路易斯继续向前迈步，每一步落下，地面都因为承受不住恐怖的重量而崩裂。一名考生喊道：“有人上台了！”另一人难以置信地回应道：“不可能吧？”阿罗尼安开口说道：“又是你第一个！”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骚动，他就是那个第1场考试拿了第1名的人。凯恩看着路易斯，心中充满了震惊，这股压力的确很强，连接受过3年大师级训练的我都快要站不住了。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阿罗尼安宣布道：“只有现在还能站着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测试，想要武器的人可以去那边挑选。”路易斯走到武器架前，随手抓起一把长剑，在手中熟练地挽了一个剑花，随后稳稳握住剑柄，随手挥动了几下。阿罗尼安继续说道：“随便选你们喜欢的，如果踏出舞台范围，就会被当场取消资格。”考场上的考生们大口喘着粗气，双手颤抖着握住武器。阿罗尼安环视全场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么考试开始，释放被束缚的史莱姆。话音刚落，阿罗尼安瞬间消失，考生们惊呼：“消失了吗？”一名考生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是被束缚的史莱姆？”另一名考生摊开手回应道：“我怎么会知道？”路易斯抬起头，在上面，无数蓝色的光团从高空坠落。一名考生惊呼道：“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！”光团重重地砸在地面上，考生们惊慌失措地四处躲避。这是什么？水花迅速汇聚，变成了一个个圆滚滚的蓝色生物。考生惊呼：“这就是所谓的被束缚的史莱姆吗？”阿罗尼安的声音在场内回荡：“挡住一次攻击得1分，躲开一次得2分，击败一个得5分。你们的排名将由获得的积分决定，只有前100名能进入第3场考试。”路易斯低声重复道：“只有100个人。”他的眼神变得锐利，盯着眼前不断跳跃逼近的史莱姆。宗发考生说道：“他们看起来挺蠢的。”另一名考生附和道：“史莱姆只是低级魔物，应该很容易对付。”宗发考生挥动重剑，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：“没错，只是史莱姆而已，这5分拿定了。”他大喊着冲向前方，看招！史莱姆在原地蠕动了一下，突然猛地弹起，化作一道蓝色的流光直冲而去。宗发考生愣在原地，什么？史莱姆重重地撞在他的脸上，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整个人掀翻在地。史莱姆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继续向下一个目标发动攻击。另一名考生指着天空大声提醒：“小心，他们还在不断掉下来！”场面陷入一片混乱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考官们站在高台上，冷静地记录着成绩：27935号1分，17638号2分。律法考官看向阿罗尼安院长：“今年的考生中有很多来自名门望族的孩子，比如阿兰卡家族和杜拉汉家族的继承人，或许今年会创下新的纪录。”阿罗尼安回应道：“确实如此，而且今年还有几位非常优秀的平民考生。”
戴眼镜的考官看向阿罗尼安：“您之前帮过的那个孩子也是平民吧？”阿罗尼安说道：“他是个有趣的小家伙，或许会给我们展示一些迷人的东西。”戴眼镜的考官说道：“但是从刚才开始到现在，他连一步都没有挪动过。”一名考生握着剑，气喘吁吁地看着路易斯：“那家伙在干什么？”另一名考生嘲讽道：“史莱姆的速度太快了，他根本跟不上吧？平民终究只是平民，反正他很快就会被踢出局了。”一只史莱姆正从后方急速袭来，直指路易斯的后脑。路易斯侧身避开，史莱姆擦着他的脸颊掠过。一名围观的考生喊道：“他躲开了，我以为他肯定会被击中。”史莱姆在地面反弹，再次在大厅中疾驰。路易斯侧过头看向远处，数个史莱姆冲他袭来。一名短发考生看着这一幕，他不可能躲得开那一招。路易斯垂下眼帘，神情平静。雪原之上，寒风呼啸，路易斯独自站在雪地中，对面站着3名同伴。高个子同伴问道：“扔石头，你是认真的吗？”另一名同伴附和道：“如果砸中了会很危险的。”路易斯抬起手：“没关系，我有些东西想要测试一下。”同伴们举起石块喊道：“一定要躲开啊！”来了，石块接连不断地投向路易斯。在前世我曾提出过一个假设，我训练自己将信息从顶叶迅速传递到小脑，在计算出攻击轨迹后，如果我能瞬间做出反应，我应该能应对任何攻击。路易斯看着逼近的石块，收集、计算。他在雪地上快速移动，避开飞来的石块。同伴们看着这一幕，发出惊呼：“太厉害了！”路易斯停下动作，抬手理了理头发。同伴们兴奋地跑向路易斯，问道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是新招式吗？太酷了！”路易斯解释道：“我称之为虚空战斗计算。”一名同伴疑惑地重复道：“虚空？那是什么？”路易斯露出自信的微笑：“这是一种可以预判结果的技术。”他的双眼亮起光芒。弹跳史莱姆兼具速度与力量，但他们只能沿直线冲锋，计算他们反弹的角度和速度，预测攻击轨迹。路易斯在地面快速移动，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。他在心中评价道：“很容易躲开，4次闪避得到8分。”他看向前方说道：“下一个。”他握紧剑柄，猛地拔出长剑，剑身亮起耀眼的蓝色光芒。路易斯冲向前方喊道：“轮到我了！”武技斩击，一道巨大的蓝色剑气横扫而出，将空中的史莱姆悉数击碎。戴眼镜的考官问道：“他难道读出了史莱姆的动作？”另一名考官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种洞察力甚至不亚于一名真正的战士。”凯恩看向路易斯：“原来如此，是特殊战斗技巧的实践者，我一定要和他组队。”路易斯察觉到了什么，迅速转过头，又一只弹跳史莱姆在大厅中疾驰而过。他迅速移动身形，再拿5分。凯恩反手握剑向前突刺，长剑精准地贯穿了史莱姆。路易斯盯着凯恩说道：“想抢我的猎物吗？”凯恩单手持剑，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差不多吧，不过我抢的可不是你的。”他挥动长剑，一道金色的弧光划过大厅，史莱姆被瞬间切成2半。凯恩指向前方，而是抢他们的。他伸出手发出邀请：“我是路易斯，要一起去抢分吗？”路易斯沉默地看着凯恩，眼神中透着审视。凯恩说道：“先说清楚，我只想拿到高排名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顺便比比看谁的分数更高，让我看看吧，你的全部实力。”路易斯回应道：“你似乎对自己的技术很有信心，既然你坚持的话，好吧，我会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本事。输的人要无条件听从赢家的话，这个条件怎么样？”凯恩说道：“你是第一个敢对我提要求的人。”远处的考生看着这一幕，低声咒骂：“该死！”凯恩竟然和路易斯联手了。另一名拿着长弓考生问道：“这是西斯大人的命令，趁现在场面混乱，我们要动手吗？就在这里解决掉他们？”卡洛发出一声冷笑：“没错。”一只史莱姆从空中俯冲而下，卡洛惊恐地看着袭来的攻击，发出一声惊呼。他拉开长弓喊道：“动手！”路易斯挥动长剑，精准地将飞来的史莱姆斩开。紧接着，3支箭矢连环射来，直逼路易斯的面门。路易斯发出一声闷哼，卡洛露出得意的笑容，射中他了。路易斯低头冷笑一声，卡罗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。什么？路易斯稳稳地站在原地，指缝间夹着3支箭矢。卡洛惊呼道：“徒手接住了吗？他怎么可能反应得过来？”路易斯将接住的箭矢随手扔在地上。凯恩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那些卑鄙的小人？”路易斯神情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没关系。”卡洛再次拉开长弓，他将箭足对准了凯恩。“你说谁是小人？”他的双眼亮起诡异的红光，周身缠绕着紫色的暗影能量。他低喝道：“双重剑锋刃！”凯恩站在原地，看着逼近的攻击，这种程度，他身形微动，轻松将普通剑矢斩断。缠绕着紫黑色能量的剑矢带着更强劲的势头直冲凯恩而去。凯恩察觉到异样，猛地睁大眼睛。路易斯挡在凯恩身前，用手死死抓住了刺来的利剑，鲜血顺着他的指缝不断滴落。凯恩喊道：“等等，你的手！”路易斯盯着前方，低声说道：“他们的目标是我。”戴眼镜的考官说道：“那一击有着明显的恶意，我们要取消他们的资格吗？”阿罗尼安回应道：“就算不管他们也会输的，准备好治疗药水，考试结束后我们会追究责任。”路易斯看向凯恩问道：“你是叫凯恩对吧？”他双手握住剑柄，摆出了一个奇怪的架势。听说过棒球吗？一只史莱姆破空袭来，路易斯盯着飞来的攻击，计算着落点与速度。他挥动长剑，剑身精准地击中了史莱姆，将其反弹了回去。史莱姆在空中扭曲变形，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，以更快的速度飞向远处的弓箭手。卡洛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史莱姆正面击中，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撞飞了出去。
他惨叫着飞出场外，重重地撞在看台边缘。考官大声宣布，438号取消资格。凯恩看着这一幕，说道：“平民的游戏吗？听起来挺有意思的。”路易斯俯身冲向前方，解决一个，剩下的2名弓箭手喊道：“该死，你竟敢！”他看向前方，却发现路易斯消失了。他环顾四周，问道：“人呢？去哪了？”路易斯突然出现在他上方，在这儿呢。弓箭手惊恐的抬头，路易斯对着史莱姆挥剑劈下。第二个，史莱姆精准的击中弓箭手的面部，他惨叫着倒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考官大声宣布，01439号取消资格。最后一名弓箭手惊恐的喊道：“这不可能！”路易斯瞬间出现在他身后，“你是最后一个了。”弓箭手喊道：“区区一个平民，要是再敢乱来，学长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”路易斯伸出脚绊倒了他，弓箭手狼狈的摔在地上。凯恩俯视着他，“哎呀，那一定很疼吧？下次小心点。”凯恩走到路易斯身边说道：“刚才多谢了，你的手没事吧？”路易斯抬起缠着绷带的手，回应道：“没事。作为贵族，你表现得还挺不赖的。”凯恩说道：“别把我跟其他贵族混为一谈。听说过伟大家族吗？我来自阿兰卡家族。阿兰卡家族曾诞生过无数的大宗师与贤者，影响力极其庞大，甚至足以与王室贵族以及奥术师协会抗衡。”路易斯挥剑击碎飞来的史莱姆。“伟大家族吗？看来贵族也分很多种啊。”赛场另一侧，几名考生看着场中的局势喊道：“该死，那个平民竟然在碍事！”他们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绝不能让你在那分了！”考生们咆哮着冲了过来，平民就该乖乖消失。远处的一名金发考生喊道：“凯恩大人被盯上了，快去帮忙！”他们也跟着冲了上来，打倒那些低等贵族。整个赛场陷入了一片混乱，考生们混战在一起。路易斯看着眼前的乱局说道：“变成大混战了呀，小心点！”凯恩回应道：“我可不会掉以轻心。”长发少女站在一旁，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。她向前冲去，米利安，让那些瞧不起你的贵族们后悔去吧。米利安紧随其后。好的，路易斯在人群中快速穿梭，躲避着四面八方袭来的攻击。现在有很多人在盯着我，如果我拿的分数太多，事情会变得很麻烦。他跳向空中喊道。史莱姆突然出现了，米利安挥动法杖，一道冲击波将眼前的对手掀翻在地。长发少女挥动巨大的武器，带起一道金色的弧光，将围攻而来的考生全部扫飞。红发少年放声大笑：“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！”他扛起巨大的方锤，看着四周混乱的赛场，比起打那些软绵绵的史莱姆，果然还是揍人更有趣啊！他猛地抡起方锤，带起一阵狂暴的风压，“让开，通通给我让开！”他如同一头失控的野兽，在赛场中横冲直撞，所到之处爆发出一连串的轰鸣声，考生们惨叫着四散飞出。他站在赛场中央，环顾四周，脚下横七竖八的躺满了考生。戴眼镜的考官看着混乱的赛场，问道：“院长，我们不需要阻止这一切吗？”阿罗尼安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年轻人的活力是很重要的。”律法考官说道：“但是如果所有的贵族都被取消了资格，难道不会出问题吗？”阿罗尼安说道：“这里有这里的规矩，不用担心舆论。”律法考官低头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从赛场中央冲天而起，阿罗尼安站在光柱中心，宣布道：“到此为止，第2次考试结束了。稍后我们会公布合格者的分数和排名。”一名考生看着消失的魔法光芒，问道：“大地魔法的效果消失了吗？”另一名考生瘫倒在地上：“我彻底累坏了。”医护人员迅速进入赛场，开始检查受伤考生的伤势。赛场边缘摆放着整齐的药剂瓶，医护人员指着那些瓶子说道：“去喝那边的治疗药水。”路易斯拿起一瓶药水，看着瓶中散发出的微光，这就是魔法药水吗？真是不可思议的力量！就算是基础的魔法药水，也要卖3个银币吧？这也太贵了。凯恩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怎么了？”他露出一丝自信的笑容：“就算我赢了，我也不会欺负你的，所以放松点。”路易斯无奈地回应道：“真是的。”阿罗尼安宣布道：“现在公布第2次考试的排名。”他抬起手，一道金色的卷轴在半空中缓缓展开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凯恩看着巨大的排名榜单问道：“那么你排在第几名？”周围的考生们看着榜单发出了嘲笑声。那个平民根本不在排名上。凯恩低声说道：“没有名字？难道说……”阿罗尼安的声音在赛场回荡。本次考试的前5名全部刷新了历史最高分纪录。现在公布前5名名单：第5名米利安·罗伊斯，第4名凯恩·阿兰卡，第3名费伊·杜拉汉。凯恩脸色阴沉地说道：“真的没有你的名字吗？难道是因为攻击了那些混蛋，所以被取消资格了吗？”阿罗尼安继续宣读着排名：第2名是路易斯·基里尔，887分。一旁的考生们疑惑地问道：“那是谁？”凯恩拍了拍路易斯的肩膀：“是之前的那个平民。”路易斯笑了笑说道：“这还是个秘密。”凯恩说道：“如果你不想说也没关系，总之你赢了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”路易斯回应道：“等考试结束后我再告诉你。”路易斯点了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阿罗尼安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接下来是光荣的第1名，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。尼尔888分。”尼尔坐在竞技场中央，手扶着巨大的重锤。这里确实有一些有趣的人，别让我失望，明白吗？考生们陷入了骚动，第1名和第2名竟然都是平民，甚至比杜拉汉家族的费伊还要高，他强得太离谱了。费伊扛着长枪站在场边，真想和他打一场。另一边的贵族学生们满脸不悦，竟然输给了区区平民。西斯指着周围的人斥责道：“你们这些丢脸的家伙，简直是贵族的耻辱！都给我听好了！”律法考官俯瞰着下方，平民包揽前2名，这在学院历史上还是第1次，而且2人都来自孤儿院。阿罗尼安说道：“
你知道魔导士协会为什么要经营孤儿院吗？那是因为真正的力量与社会地位无关。阿罗尼安大声宣布道：“通过第2次考试的人，请前往下一个场地。”凯恩走在人群中，看向路易斯说道：“你离第1名只差一点点，真好奇，你们2个谁更强？”路易斯喝着水，谁知道呢？第3训练场内，考生们走入森林。阿罗尼安的声音在林间回荡。第3次考试，也就是最终考试，生存测试，文章大逃杀。考官悬浮在半空中，无数发光的文章从他手中散落。我们会给你们每个人发放这些文章。高年级的学生会使用魔法，将你们随机传送到这片森林的各个角落。你们的目标是尽可能收集更多的文章，不限手段。失去文章的考生将立即被淘汰。最终，只有文章数量排名前10的人才能获得入学资格。凯恩看向路易斯，看来我们要暂时分头行动了。之前的排名越高就越容易被盯上，你自己小心。路易斯回应道：“我会尽力活下去。特意公布第2次考试的排名，就是为了制造这种被围攻的局面吧。”阿罗尼安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。现在尽情展示你们的能力吧，然后坚持到最后。路易斯独自走在森林中，入学名额近在咫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赢。沉重的脚步声从前方传来，一名身材魁梧的考生扛着巨斧走近。黑平民，总算找到你了，你让贵族们丢尽了脸，不是吗？路易斯侧过头，冷冷地看着对方。2名考生从一旁走出。凯恩，那个混蛋不在这里，现在可没人能保护你了。路易斯环视四围，听到了弩箭上膛的声音。几名考生从树上现身，手中拿着弩箭。路易斯看着眼前的局势，低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传送的工作人员泄露了我的位置。”巨斧男举起武器冲了上来。废话少说，去死吧！路易斯侧身避开攻击，巨斧重砸在地面，激起一片碎石尘土。另外2名考生挥舞长矛从侧翼包抄，你逃不掉的。路易斯向后跃起，避开了刺来的长矛。他在空中翻转身体，一道绿色的魔法光芒突然袭来。路易斯挥剑格挡，剑刃与魔法能量碰撞出剧烈的火花。路易斯半蹲在地上，看着消散的光芒，低声说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巨斧男再次逼近，你会死在这里，快点放弃吧。路易斯站起身，面对围攻上来的考生们，挥剑挡下了接连不断的攻击。一道绿色的锋刃再次袭来，路易斯看着逼近的攻击，又来了。他举剑抵挡，强劲的冲击力让他向前滑行。一名考生挥舞着长矛冲了上来，接招吧！路易斯侧身避开突刺。那名考生嘲讽道：“很惊讶吗？这是射向你的风之剑，你这个连魔法都不会用的平民。”路易斯快速移动，避开攻击。那名考生看着路易斯的动作，恼火地说道：“该死，他一直在躲。”路易斯看着空中的绿色流光，我无法计算魔法的轨迹。他的眼神变得冰冷。既然如此，我要使用先知线，在他们攻击的一瞬间进行反击，利用敌人的力量来对付他们。一名考生大声喊道：“别发呆了，大家一起上！”周围的考生们发出呐喊，从各个方向冲向路易斯。路易斯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他迎着攻击冲了上去，心中默念：时机完美。巨斧男看着近在咫尺的路易斯，兴奋地大喊：“抓到你了！”他抡起巨斧向下劈砍，路易斯在斧刃落下的瞬间侧身闪过。巨斧男惊呼道：“什么？”路易斯顺着对方挥动武器的惯性，引导着沉重的斧刃改变了轨迹，攻防一体。巨斧重地砸在另一名考生的胸口，随后落在巨斧男的脸上。巨斧男捂着眼睛哀嚎道：“我的眼睛！”远处的树上，一名考生举着弩箭瞄准，绿色的魔法箭矢呼啸而出。路易斯猛地拉动身前的长矛手，将其拽到了自己身前。魔法箭矢精准地贯穿了长矛手的肩膀。那人发出一声惨叫：“该死！”路易斯捡起地上的长矛，他猛地投掷出去，长矛化作一道白光，精准地击中了躲在树上的弩手。弩手惨叫着从树上跌落，重摔在地上。路易斯身形如电，在剩下的考生之间穿梭。他连续挥剑，剑光闪过，几名考生应声倒地，几枚文章从考生身上脱落。路易斯伸手接住这些文章，你们的文章我就收下了。一名考生看着路易斯离去的背影，愤怒地咆哮道：“别太得意了！”全员使用全力魔法攻击。凯恩不知何时出现在高处的树干上，手中摆弄着一把弩机，微笑着问道：“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太可惜了，你已经没法再使用魔法了。”那名贵族考生看着凯恩，惊恐地喊道：“凯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的同伴应该正在拖住你才对。”凯恩的眼神中透着自信：“我让他们把计划都告诉我了，想靠那些家伙拖住我，你们太小看阿兰卡家族了。”贵族考生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去你的！我要把你们2个都干掉！”凯恩迅速出手，弩机精准地砸在他的脸上。贵族考生发出一声闷哼，整个人瘫倒在地上。凯恩落在地上，真是吵死了。路易斯收起长剑，看向他：“凯恩，你没事就好。”凯恩满不在乎地回应道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他们只是一些刚学会魔法的低级贵族。”他随手将一枚文章抛给路易斯：“这是战利品，不过如果这种事一直发生，确实会很麻烦，需要我帮忙吗？”路易斯拒绝道：“我自己的问题我会自己处理。”一阵清脆的掌声传来：“说得好，不愧是我认可的人。”费伊挡住去路，大声喊道：“跟我打一场！”凯恩低声说道：“她是费伊，剑术大师的女儿。”路易斯问道：“朋友吗？你和她交过手？”凯恩反驳道：“那个肌肉脑袋才不是我的朋友，不过我确实和他打过，那时候我只是稍微大意了一点。”路易斯平静地总结道：“所以你输了。”费伊挥出长枪：“别在那打情骂俏了，快回答我，到底打不打？”凯恩转过身，对路易斯低声分析道：“他已经能使用魔法了，技能等级也达到了学徒级，我觉得最好
还是别理他，先去收集徽章比较好。费伊愤怒地吼道：“你是打算和你的朋友一起逃跑吗？因为赢不了我，你这个胆小鬼！”凯恩被激怒了，路易斯一把抓住凯恩的肩膀，他拔出长剑。好吧，反正我也想看看名门望族是怎么战斗的。费伊摆开架势，这就对了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不会使用魔法。他纵身跃起，接招吧！神圣长枪重击。他露出笑容，你挺厉害的吗？路易斯稳稳地架住了长枪。费伊再次发力，他挥舞长枪，继续吧。路易斯侧身躲避，费伊跃向半空，神圣长枪，长枪重砸向地面，激起剧烈的冲击波。戴眼镜的考官说道：“好久没见到杜拉汉家族的枪法了，速度和力量都无懈可击，不愧是天才。不过那个平民少年也挺让人意外的。你觉得他能坚持多久？”另一名考官说道：“平民和名门望族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，他很快就会输了。”他看向阿罗尼安院长，在那少年和费伊之间，你觉得谁会赢？阿罗尼安说道：“我很中意那个少年，但他赢不了费伊。”考官追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阿罗尼安思索着，战斗是肉体与意志的碰撞，但是战场上烟尘四起。路易斯握紧长剑，警惕地盯着前方。费伊从烟尘中冲出，神圣长枪。路易斯轻易地疾驰躲避。费伊咬牙喊道：“该死！”路易斯看准时机，眼中闪过蓝色的光芒，找到了，破绽！费伊大声咆哮，长枪化作无数残影，向路易斯周身刺去。路易斯单手撑地，借力向后跃起，稳稳地落在远处。费伊扛起长枪说道：“真不敢相信，你竟然全都躲开了，就连阿兰卡家的少爷都做不到这种程度。”路易斯平静地回应道：“这并不难，只要仔细观察的话。”费伊冷哼一声，长枪上燃起炽热的火焰。那么这招怎么样？他跃向高空，神圣长枪，星月坠击，长枪划出一道巨大的半月形弧光，带着毁灭性的力量从天而降。路易斯冷静地分析道：“枪术包含刺扫、防压等多种变化，配合长枪本身的攻击范围，确实非常棘手。”他在密集的枪影中穿梭躲避，但与此同时，这种武器也存在几个致命的弱点。其中一个弱点就是近身战的脆弱性，换句话说，只要找准时机，瞬间拉近距离，我就能反击。费伊察觉到意图，想要收回长枪防御，路易斯已经冲到了他的身前。他挥动长剑，剑术剑舞。费伊在剑气中灵活穿梭。他看向路易斯：“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但是这招对我没用。”他猛地止住退势，瞬间拉近了距离。路易斯看着逼近的枪尖，什么？费伊大声笑道：“杜拉汉家族的神圣长枪没有任何弱点，觉悟吧，路易斯·基里尔！”长枪上爆发出的火焰形成巨大的漩涡。戴眼镜的考官感叹道：“真是了不起的天赋，就连杜拉汉家族的历代宗师也是在16岁才掌握那项技术的吧？将魔法与枪术完美结合，费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学徒。那个少年虽然很努力，但可惜。”路易斯在烈焰中举起长剑，剑术剑网。他挥动长剑，密集的剑气在周身交织，挡住了席卷而来的火焰漩涡。他在防御中冷静地思考，枪术的另一个弱点就是极高的体力消耗，只要我能持续精准的防御，破绽就一定会显现。长枪与剑刃剧烈碰撞，路易斯的剑身被震得嗡嗡作响。费伊持续挥舞长枪，动作逐渐变得沉重。路易斯的眼睛紧盯着对方的动作，找到了，他猛地向前俯冲，挥剑斩向费伊。然而，路易斯手中的长剑在剧烈的冲击下达到极限，剑身突然崩碎，断刃掉落在草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费伊感叹道：“真令人印象深刻。如果你的剑没断，刚才你是打算反击的吧？”路易斯站起身，看着手中仅剩半截的断剑：“是的，看来我的运气不太好。”费伊指着路易斯大声质问，顺便问一下：“你刚才一直都在保留实力吧？”路易斯有些无奈地挥手：“抱歉，在全力以赴之前，先进行观察是我的习惯，但现在我也要认真起来了。”费伊疑惑地看着他：“可是你的武器已经……”路易斯随手丢掉断剑：“其实我更擅长用拳头。”他摆出格斗的架势，周身的气流随之剧烈波动。费伊握紧长枪，神情变得无比凝重，竟然毫无破绽。路易斯的嘴角带着自信的微笑。费伊猛地踏向地面，就是现在，他整个人化作一道炽热的红色流光，旋转着向前冲锋。路易斯站在原地，远处的凯恩焦急地喊道：“那是旋转冲锋技，正面硬接会受重伤的。”路易斯神色冷静，他张开缠绕着绷带的双手，精准地捕捉到了冲锋的轨迹。他伸出手，直接迎向那团狂暴的火焰漩涡。路易斯大喝一声，周身环绕起耀眼的蓝色电光。凯恩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费伊难以置信：“不可能！”路易斯双手合十，死死夹住了疾驰而来的枪尖。考官看着下方的赛场，那个男孩刚才做了什么？戴眼镜的考官问道。单点突刺应该具有破防效果才对吧？现在是怎么回事？费伊挥动长枪喊道。还没完呢！他跃向空中，长枪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。他稳住身形，再次举起长枪。如果单点突破行不通的话，那这招怎么样？费伊的身影在草地上飞速穿梭，他化作数道残影，从各个角度发起猛攻。长枪带起阵阵破空声，将路易斯完全包围在攻击范围之内。无数枪影如同暴雨般落下。路易斯站在中心，他冷哼一声：“那又怎样？”他伸出双手，手臂在空中幻化出重重影迹，精准地迎向每一道枪尖。费伊惊呼道：“什么？”阿罗尼安说道。他似乎在用某种特殊的技巧，配合长枪旋转的节奏来阻止他。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这种技巧我以前从未见过，他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。戴眼镜的考官说道：“那是杜拉汉家族的旋风枪术，真没想到一个平民男孩竟然能。”
路易斯大喝一声，双手猛地挥出，带起一阵强烈的气流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费伊震飞出去。他用长枪撑住身体，在地面上画出长长的痕迹。可恶！他咬紧牙关，看向前方，那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招式？路易斯收回手势，平静地解释道：“那是武术中的一种格挡技巧。我顺着长枪旋转的方向施加扭力，以此来抵消它的旋转力。”费伊愣在原地，格挡、扭力。路易斯冲向前方，你就把它当成这种技巧吧。他在草地上飞速奔跑，脚下步伐变幻莫测。费伊挥动长枪横扫，路易斯轻巧的后撤，避开了攻击。凯恩在一旁观察着，那是幻觉吗？那种动作简直像蝴蝶一样。费伊看着近在咫尺的路易斯，他就在我面前，为什么我打不中他？路易斯沉思着，这种由传奇拳击手创造的优雅步伐，通过双脚前后快速更替，被称为蝴蝶步。这种难以捉摸的轻快节奏，在当下的对峙中发挥了奇效。路易斯瞬间切入费伊的近身死角，他挥起拳头，重重地击中费伊的腹部。费伊闷哼一声，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击飞。凯恩惊呼，不敢置信，他竟然把费伊打飞了。阿罗尼安低声说道：“这真是出乎意料。”戴眼镜的考官说道：“即便这是一场禁止使用魔法的战斗，但能击败费伊的人，放眼望去也并不多见。或许那个男孩是近身格斗的天才。”费伊挣扎着抬起头，还没结束。我是杜拉汉家族的费伊。路易斯静静地看着他。费伊向前踏出一大步，名门之后绝不能输得这么难看。路易斯看着他的动作，他放弃了长枪，改用基于枪术技巧的体术吗？费伊俯冲而下，接招吧！路易斯沉稳地摆出架势。费伊大声喊道：“碎裂拳第一式！”他挥动右拳，带起一阵炽热的红光，重重地击向前方。路易斯抬起手臂格挡，强烈的冲击波在两人之间炸开。路易斯看着微微发麻的手臂，这种冲击力非常接近寸劲。他稳住身形说道：“好技巧！”费伊再次拉开架势。杜拉汉家族可不仅仅擅长枪术，他身形一闪，拳头如同幻影般连续挥出。碎裂拳第三式，无数拳影带着破空声席卷而来。路易斯摆出架势，尽管来吧！武术拳击，他在激烈的交锋中露出狂热的笑容，能和强敌尽情战斗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场景。他挥动双拳，攻势愈发疯狂，再多来一点！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双眼闪烁着诡异的红光，让我们更尽兴的享受吧。费伊口中眼前恐怖的一幕，那是什么？巨大的魔影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费伊呆立在原地，身体动不了了。路易斯一拳击中费伊的头部，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整个人掀飞，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。阿罗尼安看着这一幕，刚才那是……费伊撞上一棵大树，无力地瘫倒在泥土中，长发散乱。西斯看着到地不起的费伊，可恶，真没想到一个平民竟然能把费伊逼到这种地步。一旁的黄发同伴捂住额头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他突然弯下腰，剧烈地呕吐起来。西斯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，布莱恩？”布莱恩脸色极差，冷汗直流。我不知道，我感觉很不舒服。这种感觉难道是……布莱恩的嘴角带着血迹说道：“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，我们绝不能让他活下去。”路易斯周身缠绕着狂暴的红色气息，整个人如野兽般俯冲而出。费伊半跪在地上，看着逼近的身影，他被击中，吐出一口鲜血，重重摔倒在地上。路易斯跃向空中，再次向费伊发动进攻。他从空中俯冲而下，拳头带起狂暴的红色能量，重重砸向地面。费伊在密集的冲击中艰难躲闪，他的力量和速度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了，这样下去根本没有胜算，会被杀掉的。费伊大声吼道：“秘武术烈焰拳！”他身前浮现出金色的法阵，火焰瞬间爆发，两股巨大的能量在空中正面碰撞，红色的狂气与金色的火焰交织在一起。费伊被爆炸的余波击飞，发出一声惨叫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路易斯站在坑洞中心，急促地喘息着，眼神中透出迷茫与惊恐。刚才那种感觉又出现了。他看着自己冒着白烟的右手，这就是魔法吗？凯恩跑了过来，焦急地问道：“路易斯，你没事吧？”路易斯回应道：“我没事，但是费伊他……”一个声音突然从后方传来：“30947号，你的徽章掉了。”路易斯和凯恩惊讶地转过头，西斯走上前来，大声宣布：“你被淘汰了。”路易斯看着正在燃烧的徽章，火焰正在将他彻底吞噬。西斯指着路易斯喊道：“你输了，立刻离开这里！”凯恩急忙上前：“等一下，刚才那是意外不是吗？”西斯冷笑着回应道：“很遗憾，校长已经看到了全过程，你该不会是想帮一个平民作弊吧？”他看向路易斯：“别白费劲了，你在干扰考试，你这种垃圾早就该消失了。”一个虚弱的声音响起：“等一下！”费伊摇晃着站了起来。路易斯惊喜地喊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费伊从烟雾中走出来，身上带着伤，眼神异常坚定。西斯盯着费伊问道：“费伊，杜拉汉，你难道想保护30947号吗？你觉得违反规则也没关系吗？”费伊大声呵斥道：“闭嘴！我知道路易斯的徽章烧毁了。”他走到路易斯面前：“抱歉，路易斯，我不小心使用了魔法。”凯恩在一旁惊讶地看着费伊：“你居然道歉了？”路易斯低声回应道：“是我刚才先失控了。”费伊摆了摆手：“完全没关系，是你逼我使出了魔法，所以是你赢了。等我们都入学之后，再来比试一场吧。”西斯冷笑道：“入学？他现在只有4个徽章。”费伊没有他，伸手扯下自己腰间的布袋，他将布袋递给路易斯：“拿着这个，这是你打败我的奖励。现在你有14枚徽章了。”费伊转头看向西斯：“路易斯的徽章是在他打败我之后才烧毁的，这应该算作有效记录，对吧？”西斯愤怒地盯着费伊：“费伊，杜拉汉！”费伊拍了拍凯恩的肩膀：“
嘿，那个漂亮男孩！凯恩疑惑地应道。什么？费伊说道。弱者通过考试，而强者却被淘汰，这种事我绝不接受。他举起长枪，总共只有10个人能通过考试。如果第10名收集了14枚以上的徽章，路易斯会怎么样？凯恩笑着回应道。真是巧了，我也在想同样的事情。原来除了打架，你还会思考别的事情啊！费伊反击道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笨。快点，我得重新去收集徽章了。路易斯站在原地，看着2人远去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戴眼镜的考官走到路易斯身后。路易斯·基里尔，你失去了徽章，所以你被取消资格了，我会送你出去。路易斯平静地回应道。明白了。西斯盯着他的背影，别以为这就结束了。布莱恩说道。如果费伊打败了其他考生，路易斯就一定会通过。西斯冷哼一声，我再也不想看到那家伙的脸了。他露出一丝阴冷的笑容。如果考生在考试中意外死亡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吧？布莱恩沉思着。没错，动手吧。希望他不像那些废物一样无趣。那种感觉。路易斯·基里尔，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？路易斯站在宏伟的学院大厅内，武术固然强大，但仅凭武术无法与魔法抗衡。他走出大门，抬头望向高耸入云的学院尖塔。如果我能在这所学校学习，学会如何融合魔法与武术。夜幕降临，路易斯独自走在林间小路上。这下糟了，衣服全烂了，该怎么向妈妈解释呢？如果实话实说，他一定会担心，然后问出一大堆问题，真是头疼。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路易斯身后，猛地挥动短剑刺向他的后脑。路易斯猛地抬起脚，重重踢在黑衣人的手腕上。黑衣人滑落在地，他稳住身形问道：“你是怎么发现的？”路易斯看着对方回应道：“血腥味是藏不住的，你知道吗？”布莱恩站起身，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这么从容。又出现了2名黑衣人，3人将路易斯围在中间。路易斯心想，这些对手实力不俗，必须全力以赴了。他看向远处那个一直没有动作的身影，尤其是那个人看起来非常危险。布莱恩突然发动攻击，喂小鬼，如果你敢分心，脑袋可就要飞出去了。路易斯的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，他身形如电，在林间连续闪动，避开了布莱恩的数次斩击。布莱恩中失去平衡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他迅速翻身，拉开了距离。他盯着路易斯，我承认，你的格斗术确实不逊色于见习骑士，超乎常人的感知力，还有高阶的战斗技巧，果然和情报说的一样。路易斯疑惑地问道。情报？布莱恩冷笑着问道。但是魔法又如何呢？几名黑衣人同时举起手弩，扣动扳机，数道青色的锋剑呼啸而出。路易斯大吃一惊，什么？他交叉双臂护住头部，锋剑接连贯穿他身后的树干，留下深深的孔洞。路易斯说道：“该死，又是锋剑！既然如此，呼吸法。”他调动体内的气，强化身体素质，进一步释放潜能，爆发性的提升力量与速度。路易斯双眼迸发出蓝色的光芒，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。布莱恩说道：“无谓的挣扎。”数道锋剑交错射出，路易斯俯身冲刺，在箭雨的缝隙中穿梭，速度快得惊人。一名黑衣人惊呼道：“好快！”路易斯一个侧翻跃入黑衣人阵中，他动作迅捷，让黑衣人措手不及。布莱恩惊恐地瞪大眼睛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路易斯已经跃至半空，一记重踢狠狠砸向他。布莱恩整个人倒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他指着路易斯喊道：“拦住他！”一名黑衣人从高处跃下，凌空一记重踢直取路易斯。路易斯抬起胳膊格挡，沉重的踢击带着强劲的气流，将路易斯整个人震飞出去。他半跪在地上，手臂因剧烈的冲击而发麻。他看着眼前的对手，这家伙很强。高个黑衣人双手抱胸，周身环绕着微弱的气流，显得游刃有余。路易斯察觉到了异样，他猛地转头看向侧后方，数名黑衣人已经悄无声息地逼近，手中凝聚起青色的魔法光芒，对准了路易斯。路易斯咬紧牙关，在密集的锋刃中左闪右避，但攻击实在太过密集，锋刃接连划破他的衣衫。路易斯终于支撑不住，重重地摔倒在草地上，激起一片尘土。一名黑衣人松了口气，他终于倒下了，光是射击就累死我了。他走近路易斯，他真的只是个平民吗？这家伙比一般的见习骑士要难对付得多。路易斯猛地睁开双眼，瞳孔中迸发出刺眼的蓝色光芒。黑衣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路易斯已经瞬间抱起，双手死死抓住了他手中的弩箭。黑衣人惊恐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路易斯发出一声怒吼，猛地贯穿了黑衣人的脖颈。他顺势挥动弩箭，带起一阵强劲的青色气流，将围攻的黑衣人悉数震飞。高个黑衣人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这一幕说道：“装死吗？”他鼓起掌来，年纪轻轻就有这种表现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路易斯盯着他问道：“你的部下都被杀了，你竟然一点都不在乎？”高个黑衣人走向前，语气冰冷地回应道：“我一点都不在乎垃圾的死活。”路易斯举起弩箭，青色的光芒在顶端汇聚。高个黑衣人身形微动，留下数道残影，轻松避开了攻击。你确实很聪明。他手中凝聚起深紫色的狂暴能量，如果不是因为那位大人的命令，我真想收你做我的弟子。路易斯交叉双臂，死死抵挡，但那股力量远超他的承受极限。紫黑色的能量在他面前炸裂，巨大的冲击波席卷了整片空地。路易斯整个人被掀飞到半空，鲜血从口中喷出。高个黑衣人纵身跃起，在高空中俯视着坠落的路易斯。他挥动缠绕着紫色魔力的重锤。你的能力或许超过了见习生，但在高阶战士面前，你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重锤带着毁灭性的力量砸向路易斯，地面被轰出一个巨大的深坑，烟尘与碎石冲天而起。路易斯在冲击中勉强支撑。高个黑衣人低声说道：“这家伙竟然还活着！”
路易斯咬牙说道：“我绝不会死在这里。”高个黑衣人再次举起重锤，他冷冷地说道：“太遗憾了，你的生命到此为止。现在就算女神降临，也救不了你。”重锤在空中膨胀，他大声吼道：“武技奥义苍穹之锤！”路易斯仰头看着落下的阴影：“我绝对不能死，我要掌握魔法，保护我珍视的家人，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。”他的双眼彻底化为血红，狂暴的红色能量从他体内喷涌而出。他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嘶吼：“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活下去！”红色的光柱冲天而起，与落下的紫色重锤正面相撞，两股恐怖的力量在半空激荡，整片森林被强光吞噬，剧烈的爆炸声响彻云霄。路易斯无力地趴在坑底，大口咳着鲜血。高个黑衣人低声说道：“真是奇怪，这种感觉简直就像是在合同等级的对手战斗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那位大人一定要针对你了。”他高举重锤，双眼迸发出骇人的紫光。“去死吧，你这个怪物！”阿罗尼安大声喊道。“够了！”青色的飓风瞬间在林间炸裂开来。高个黑衣人看着眼前通天彻地的风柱，什么？那到底是什么？风暴并没有停止，反而愈发剧烈的扩张。高个黑衣人被卷入风刃之中，发出一声惨叫。路易斯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喃喃自语：“这是什么？”阿罗尼安稳稳地落在路易斯面前，原本肆虐的风暴在他出现的瞬间开始平息。路易斯虚弱地瘫坐在地上。“院长。”阿罗尼安递给他一个瓶子，“你压制住了暴走，先喝下这瓶魔力药水。”路易斯伸手接过，仰头大口喝了下去。高个黑衣人从空中重重坠落，砸在远处的草地上。阿罗尼安说道：“竟敢袭击我学院的学生，是谁指使的？”高个黑衣人支撑着身体，咳出一口鲜血。“大宗师，别以为你能一直保护那个怪物。”他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，“这只是个开始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的身体瞬间炸裂开来，鲜血溅满了周围的草地。阿罗尼安看着眼前的惨状，自杀？难道是暗杀工会干的？希望只是我多虑了。路易斯站起身，太神奇了，这就是高级恢复药水吗？连骨折的地方都完全治愈了。院长，您不是刚好路过这里吧？为什么您总是救我？阿罗尼安回应道：“这件事去你家再谈。”路易斯猛地抱住头，糟了，已经这么晚了，妈妈一定会担心的。他转身向远处跑去，太糟糕了！阿罗尼安低声唤道：“凯莉！”一道黑影从阴影中浮现，阿罗尼安吩咐道：“处理好现场。”凯莉迅速掠过地面，将战斗留下的痕迹彻底抹除。北坎德里亚帝国曼蒂亚镇深夜的磨坊前传出激烈的争吵声，一名男子愤怒地吼道：“是谁说你能修好那个怪石磨的？你打算靠磨坊税骗多少钱？”另一名男子附和道：“别以为有教会撑腰就能藐视领主。”拉希拉在他们的逼问下显得局促不安。“我只是在等孩子。”男人怒吼：“别想骗我！看来你需要一点教训。”一道身影疾驰而至，路易斯飞身一脚，重重踢在男人的脸上。男人惨叫着倒飞出去，在地上连续翻滚。拉希拉说道：“路易斯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路易斯急切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没事吧？”拉希拉看着路易斯，惊呼道：“发生了什么？你的衣服都破了，还有血迹。”路易斯摆着手解释道：“我没事，别担心，衣服只是在考试的时候被树枝挂到了。”拉希拉抚摸着路易斯的脸庞：“真的吗？”被踢倒的男人捂着腹部站起：“又是你！你总是破坏规矩，是想挑战领主大人吗？难道要我再把格斗家乔治叫来？”路易斯挡在母亲身前，目光冰冷地注视着对方。男人继续叫嚣道：“我要把这件事报告给领主。”阿罗尼安从空中缓缓降落，看来这里有些误会。他走到路易斯身边，手搭在他的肩上：“我是坎德里亚奥数学院的院长阿罗尼安。”对面的两个男人吓得浑身发抖。他刚才是在飞吗？那是真正的顶级大宗师。阿罗尼安说道：“替我向领主问好，明白了吗？”两个男人立刻90度鞠躬：“是的，请交给我吧，大宗师大人。”说完，两人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。阿罗尼安看向路易斯的母亲：“你就是路易斯的母亲吧？虽然有些突然，但我有件事想和你谈谈。”三人走进屋内，拉希拉招呼道：“请坐吧。”阿罗尼安注视着屋内的陈设，这就是贵族们议论纷纷的奇怪石磨吗？竟然在没有魔力驱动的情况下自动运转。他仔细观察着周围，到处都是这种精巧的设计，他到底是怎么想出这些东西的？拉希拉端上一盘水果，路易斯亲手制作了这里的一切，多亏了这孩子，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了许多。不过院长大人亲自登门，难道是这孩子在考试中闯了什么祸吗？阿罗尼安轻笑一声，恰恰相反，他展现出了超乎想象的成果。这种天赋，我只在盖亚经文中见过记载。在那个遥远的时代，人类正处于魔物的残暴统治之下，一名天才横空出世，他在女神的指引下领悟了元素的本质，开创了武道奥数。5年后的某一天，他与同伴们并肩作战，击败了无数魔物，将人类从灭绝的边缘拯救了出来。胜利诞生的那一天，后来被称为解放日，战场上响起了欢呼声，我们成功了。在盖亚经文中，他被称为第一英雄，真正的救世主。路易斯若有所思地说道，但在民间传说中，并没有提到这位拯救人类的英雄，对吧？阿罗尼安回应道，英雄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传说中，这是一个巨大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只有人类的高层知晓。那位英雄确实拯救了人类，但在那个时刻，疯狂占据了他的内心，他犯下了无法原谅的重罪。战场上尸横遍野，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伴倒在血泊中，最终他被彻底抹除在人类的历史之外。内在的疯狂就像诅咒一样。路易斯看着自己的双手，难道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吗？阿罗尼安站起身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个国家，一旦发现黑发黑眼的人，就会立刻将其铲除。他伸手按在路易斯的头上，你以为只靠染发就能瞒过所有人吗？
拉希拉惊慌地解释道：“是我让他染发的，我不是想隐瞒什么，只是担心会发生可怕的事情。这孩子真的是个好孩子，求求您。”路易斯扶住他的肩膀：“没事的，妈妈。如果院长想杀我，早就动手了。他特意来到这里，一定有别的理由。”阿罗尼安说道：“作为一个13岁的少年，你确实非常聪明。你不仅抵御了那股内在的疯狂，甚至驯服了他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新英雄的潜质。”路易斯惊讶地重复道：“新英雄？”阿罗尼安点头：“是的，这个世界表面上看起来很和平，但在阴影之下，巨大的黑暗正蠢蠢欲动。”他拿起桌上的苹果，看着今天的你，我突然想到，传说其实很荒谬。我想引导你走向正确的方向，为了人类的未来。他随手将苹果指向前方。路易斯反应迅速，伸手稳稳地抓住了飞来的苹果。阿罗尼安继续说道：“多亏了费伊和凯恩的努力，大多数考生都没能通过最终测试。换句话说，你合格了。在坎德里亚奥数学院，你愿意接受我的亲自指导吗？”路易斯问道。“如果有一天我失控了呢？”阿罗尼安握紧拳头，眼神变得冰冷。“我会杀了你。”一名拿着扳手的工友惊讶地问道。“你收到了阿罗尼安校长的亲自邀请。”路易斯回应道。“但这并不是他来的唯一原因。”工友感叹道。“那真是莫大的荣幸。”路易斯低下头，在心里盘算着，昨天那更像是一种警告。我与那位传说中的英雄到底有什么联系？路易斯看着走在前面的阿罗尼安，为什么要让妈妈听到刚才那些话？他看起来很担心。阿罗尼安回应道：“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只会成为负担，不是吗？”路易斯反驳道：“妈妈不是负担。”阿罗尼安停下脚步。“如果你的身份暴露，你的家人也会陷入危险。作为母亲，她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现在的处境。变强吧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”路易斯独自站在原地。“院长说的对，我需要变得更强。”拉娜从远处跑来，大声喊道：“路易斯哥哥！”路易斯蹲下身子，一把抱住扑过来的拉娜。拉娜揉着眼睛哭道：“你会偶尔回家的，对吧？我不想和你道别。”路易斯摸着拉娜的头，安慰道：“当然，长假期间我会回来的，毕竟这里是我的家。”拉娜抬起头问道：“真的吗？妈妈说，只有坏孩子才会不遵守诺言。”路易斯伸出手指和拉娜拉钩，约定道：“我会遵守诺言的，所以别担心。”一名工友跑向路易斯：“有位贵族家的管家在找你。”路易斯疑惑地问道：“贵族？”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路边，一名戴着高礼帽的管家走下车，他走向路易斯：“你就是路易斯·基里尔，对吗？”他递出一封信件：“我是阿兰卡家族的管家，我家少爷想邀请你前往府邸。”路易斯接过信件，看着上面的内容，是凯恩发来的邀请函，他想在开学前加深我们的友谊。路易斯收起信件，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管家侧身，请上马车。坎德里亚帝国，哈尔金。路易斯走下马车，管家在一旁介绍道：“阿兰卡家族是显赫的名门望族，就连哈尔金这座城镇也是围绕着阿兰卡家族才繁荣起来的。”路易斯感叹道：“好大的宅邸，真是不简单的家族。”凯恩从宅邸内跑了出来，挥着手大声喊道：“路易斯！”他一把搂住路易斯的肩膀：“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同学了。”路易斯说道：“我听说你在期末考试中闹出了不小的动静，多亏了你们两个，我才顺利通过考试。之前那个赌约我就不计较了。”凯恩回应道：“那是两码事，你本来就有通过的实力，毕竟你已经得到了费伊的认可。”两人并肩走进宅邸，凯恩说道：“考试的时候我们没能交上手，所以在开学之前，我要你做我的对手，切磋一下。你一定想在入学前多了解一些关于学院和魔法的事情吧？”路易斯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真是的。”楼梯上方出现了一个身影，凯恩，这是在吵闹什么？一名穿着紫色长裙的贵妇人神情冷峻地问道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凯恩立刻上前解释道：“母亲，他是我的朋友。”其实，贵妇人猛地合上折扇，眼神凌厉地盯着前方。肃静，她带着一众女仆走下长街。“我告诉过你要好好挑选朋友，不是吗？阿兰卡家族的大门什么时候变成任何人都能进出的地方了？那种人不配做你的朋友，和他交往纯属浪费时间。你只需要按照你父亲的要求去训练，目标是成为一名贤者。”他走到路易斯面前，居高临下地问道：“你接近我儿子有什么目的？为了钱吗？还是为了权势？”他从指尖摘下一枚金戒指，这枚戒指价值几十个金币，足够让你过完这一生。他随手一扔，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如果你明白了，就安静地捡起它，然后滚回家去。凯恩难以置信地喊道：“母亲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他转头看向路易斯，满脸愧疚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路易斯。”路易斯弯下腰，伸手捡起了那枚戒指。“我之所以和凯恩成为朋友，是因为我认可他的能力。难道您认为凯恩的承诺只值这么一点东西吗？”凯恩看着路易斯喊道：“路易斯！”贵妇人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她愤怒地喊道：“来人，把这个平民给我扔出去！”几名身强力壮的护卫立刻冲进大厅，朝着路易斯围了过去。凯恩张开双臂挡在路易斯身前：“等一下，路易斯比我更有天赋，他在考试中打破了以往的所有记录，甚至击败了费伊。”贵妇人冷笑道：“一个平民能超越名门望族的孩子，你以为这种荒唐的谎言会有用吗？”路易斯平静地回应道：“这不是谎言，而且只要有我在，凯恩会变得更加强大。”贵妇人怒不可遏地吼道：“区区一个平民，竟敢如此狂妄！你还要羞辱阿兰卡家族到什么时候？”大厅内爆发出一股强劲的气流，沉重的正门缓缓开启，一道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强光之中。威廉缓步走进大厅：“只要有你在，凯恩就会变得更强。你刚才确实是这么说的，对吧？”管家和仆人们纷纷躬身行礼：“老爷。”贵妇人快步走向威廉：“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，凯恩永远也赶不上你。”威廉沉默地从他身边走过。
凯恩立刻躬身行礼。父亲，路易斯也跟着行礼，平静的自我介绍。很高兴见到您，阿兰卡大领主，我是凯恩的朋友路易斯·基里尔。他在心中暗自心惊，这种惊人的气息，竟然和校长处于同一水平。威廉低头看向凯恩，凯恩，他的话是真的吗？凯恩神情严肃地回应道：“他的能力确实在我之上。”威廉的眼神变得犀利，那就证明给我看。刹那间，他周身爆发出一股极其恐怖的红色斗气，斗气在半空中汇聚成一只巨大的猛虎头颅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。路易斯的身体僵在原地，好强烈的杀意！红色猛虎张开血盆大口，带着毁灭性的气势，直接扑向了路易斯。路易斯感到窒息，胸口仿佛被巨石压住，无法呼吸。这个男人是认真的，他是真的打算杀了我。威廉猛地睁大双眼，杀意瞬间爆发。路易斯被这股力量正面击中，胸口处绽放出耀眼的红光。路易斯感叹道：“真不愧是大宗师，如此强悍的意志力，我的灵魂仿佛被直接撕裂。”他冷静地思索着，多亏了这几年不断猎杀魔物，我已经对杀气产生了抗性。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话，他发出一声低喝，狂暴的斗气瞬间炸裂开来，赤红的火焰如风暴般向四周席卷。威廉发出一声惊疑：“什么？”路易斯的斗气在空中汇聚，发出无声的咆哮。路易斯站在烈焰中心，眼中燃烧着赤红的光芒，两股狂暴的斗气在空中正面冲撞。凯恩焦急地喊道：“路易斯！”烟尘散去，路易斯单膝跪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凯恩冲上前扶住路易斯的肩膀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路易斯回应道：“没事。”威廉看着路易斯问道：“路易斯·基里尔是这个名字吧？”他神情肃穆：“你为何追求力量？”路易斯抬起头，坚定地回答道：“为了保护我的家人。”威廉陷入了沉默。他转过身：“凯恩，你的意志力太薄弱了，多向他学习。”凯恩回答道：“是的。”贵妇人大声质问道：“威廉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”威廉冷冷地打断了他：“你有意见吗？”贵妇人被威廉的威压震慑，身体僵在原地，支支吾吾地回答道：“没有。”凯恩对着路易斯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去训练场。”路易斯点头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两人来到阿兰卡家族的武术训练场。凯恩有些愧疚地开口道：“刚才的事真的很抱歉，我替我的父母向你道歉。”路易斯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不过你父亲确实有点极端。其实你和我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，所以别担心。”凯恩说道：“父亲是个唯才是举的人，为了得到他的认可，比起我这种人，你显然更适合继承阿兰卡家族。”路易斯问道：“你父亲是为了你才测试我的能力，对吧？那大概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。”凯恩抬起头看向天空，飞鸟掠过云端，风声在耳边回响。他喃喃自语道：“爱吗？从小到大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这栋房子。回首往事，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吃饭、睡觉和训练。父亲的愿望是将我培养成祖父那样伟大的贤者。我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，只是机械的按照吩咐，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剑。或许我只是想得到父亲的认可。对我而言，这个家就像一座监狱，连呼吸似乎都需要得到卫兵的允许。周围的大人们总是阿谀奉承，称呼我为天才少爷，但这些赞美和天赋对我来说不过是沉重的枷锁。束缚的越紧，我就越向往外面的世界，渴望像吟游诗人那样自由歌唱，像飞鸟一样掠过整片大陆。”凯恩伸出手接住空中飘落的一根羽毛，遗憾的是，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界，现在的我还是太弱了。路易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。凯恩继续说道：“并不是我想变强，而是挥动手中的剑是打破这些枷锁的唯一方法。”他走到武器架前，用力拔出一柄长剑，眼神变得坚定起来。父亲也是学院的毕业生，所以我也要进入学院，变得更强。我想要获得许可，获得自由生活的许可。他看向路易斯，总之拜托你了。路易斯微笑着回应：“好的。”他活动着手腕，摆出战斗姿态：“来吧。”两人在训练场上开始了激烈的对练。威廉站在远处冷声问道：“调查结果呢？”管家站在一旁汇报：“他绝对不是普通人。根据情报，他在考试期间使用了从未见过的神秘战斗技巧。他不仅打破了以往的所有记录，甚至击败了使用魔法的费伊。而且阿罗尼安院长对他非常器重，昨晚为了保护他，甚至亲自出手对抗暗杀者工会。”威廉冷冷地评价道：“看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。”管家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您为何还允许少爷与他接触？”威廉说道：“麻烦制造者往往伴随着危险，但只有不断挑战并克服危险，人才能获得成长。也许他真的能让凯恩变得更强。”凯恩稳住身形，周身涌动起绿色的风属性斗气，他高举细剑喊道：“接招吧！”路易斯露出兴奋的笑容，尽管使出全力攻过来。威廉感叹道：“看来在看人这方面，我的儿子比我更有眼光。”凯恩将斗气灌注于剑尖，猛地向前冲刺，绿色的剑气如狂风般席卷而出。路易斯稳住重心，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光芒。他侧身避开攻击，顺势扣住凯恩的手腕，利用魔力加速确实不错，但你的动作太单调了，很容易被看穿。凯恩停下动作，有些气馁地看着路易斯：“即便我动用了魔力，你还是能轻松化解我的招式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连费伊都赢不了你了。”路易斯直直地盯着凯恩，凯恩察觉到视线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”路易斯拿起凯恩手中的剑：“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战斗风格有些违和？”凯恩不解地回应道：“我的技巧可是阿兰卡家族代代相传的秘术，父亲和祖父都是靠着这些变强的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路易斯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我想说的是，除了你父亲和祖父走过的路，其实还有另一条路。”凯恩愣在原地：“另一条路？一条不同于父亲和祖父的路吗？”
路易斯走到武器架旁，将手中的长剑放回原位，转而拿起一柄短小的匕首。他看向凯恩说道：“难道你不想让你父亲大吃一惊吗？”路易斯手持短剑说道：“在武道之中，速度是绝对的武器。速度并不单纯指移动速度，还包括反应时间和快速决策的能力。你天生的速度与风属性辅助魔法非常契合，刺激技巧本质上很难掌握。即便你的祖父精通此道，也不代表你也能做到。你父亲的境界止步于大宗师，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但为了最大限度发挥你的天赋，你需要改变战斗风格，转为专门的作战方式。”他摆出架势问道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凯恩横起短剑说道：“别把我跟那些娇生惯养的贵族混为一谈。为了获得自由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”路易斯拍了拍凯恩的肩膀，说得好，战斗的关键在于保持移动，并在必要时果断撤退。让你父亲看看吧，你的能力与决心。凯恩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两人身形交错，在林间飞速穿梭。凯恩在移动中低声喝道：“风魔法加速！”青色的魔力瞬间爆发。管家急忙喊道：“老爷！”凯恩从高处跃下，挥动短剑直指威廉。威廉侧过身，轻松躲过攻击。路易斯不停地挥舞着短剑，短剑是最快且最灵活的武器，要将他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将其与战斗技巧完美结合。武技蝴蝶步，超越对手的反应速度，在最小的空间内爆发最强的攻击力。威廉看着眼前的攻势，微微一愣。凯恩再次发动攻势，风魔法空灵，他周身环绕着青色气流，在空中连续变向，从多个角度向威廉发起猛攻。威廉从容应对着来自两人的合击。凯恩不自觉地瞪大了双眼，身体和武器都变得轻盈无比。这种奇妙的感觉，就像变成了一只飞鸟，在空中自由翱翔。他露出自信的笑容：“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。”短剑武技与风魔法完美融合。威廉察觉到了异样，看向冲过来的凯恩。凯恩在魔力的包裹下疾驰而至，大声宣告：“这就是我的武道！”威廉冷哼一声，周身爆发出一股暗红色的魔力，强大的冲击波将凯恩和路易斯震飞。他低沉地说道：“放弃家族的记忆，就为了证明你那所谓的意志，天真！”路易斯迅速翻身站起，凯恩加速。凯恩咬牙回应道：“明白。”他再次催动魔力，青色的风属性气息将他们包裹。凯恩低喝道：“风魔法加速！”两道身影化作青色闪电，在地面上交错疾驰。威廉抬起手，掌心凝聚起暗红色的魔力，轻而易举地挡住了凯恩的斩击。他冷冷地问道：“就只有这种程度吗？”凯恩咬紧牙关，手中的短剑被魔力死死压制，无法再前进分毫。威廉猛地发力，将凯恩震退。他愤怒地吼道：“懦夫！”凯恩想起路易斯的话，撤退并不代表软弱，收回的拳头是为了下一次更有力的出击。凯恩脚下再次爆发青色光芒，身形如离弦之箭般射出。他在空中高速旋转，青色魔力化作狂暴的旋风。他与路易斯并肩冲锋，齐声大喝。路易斯说道：“棒球里有一种技巧叫变速球。”他握紧短剑，眼中闪过锐利的光芒。“接招吧！”他猛地挥剑刺向凯恩，凯恩横剑格挡，两柄短剑在空中激烈碰撞。路易斯解释道：“简单来说，这是一种利用速度变化来欺骗对手的技巧，只要运用得当，即便最寻常的动作也能变成致命的假动作。只要对手的反应出现哪怕一瞬间的迟钝，你就能利用速度将短剑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彻底压制对方。”凯恩俯身冲刺，短剑在空中划出一道青色的弧线，直取威廉的咽喉。威廉侧身避开攻击，这么慢的攻击毫无意义。然而就在剑锋掠过的瞬间，原本缓慢的剑势突然加速，化作一道刺眼的白光。威廉瞳孔微缩，凯恩身形交错而过，在他衣服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剑痕。威廉沉声喝道：“够了！”凯恩与路易斯立刻停下动作。威廉看着凯恩说道：“凯恩。”凯恩神情紧张，额头渗出汗水。威廉转身离去，不要辱没了阿兰卡家族的名号。凯恩握紧拳头，大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父亲。”管家快步走到威廉身边：“老爷。”威廉回想起刚才的战斗，近距离的连续斩击，彻底的一击脱离战术，还有利用速度变化的假动作，撤退中蕴含的新可能性吗？有趣，真没想到我竟然会从孩子身上学到东西。路易斯站在训练场边，平复着呼吸说道：“能和大宗师交手是个好机会，可惜这么快就结束了。”凯恩兴奋地搂住路易斯的肩膀：“父亲第一次认可我，这是我这辈子感觉最棒的一天。走吧，我要送你一份礼物。”阿兰卡家族的图书馆。路易斯看着四周高耸入云的书架，不愧是名门望族，竟然有这么多藏书。凯恩从书架上取下一个精致的木盒，这是给你的谢礼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可能这么快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。路易斯愣在原地，他看着木盒里的东西，惊呼道：“这么珍贵的东西！”凯恩从盒子里拿出一本厚重的古籍，这里不仅有关于坎德里亚奥数学院的书籍，还有平民难得一见的魔法书。阅读这些肯定会对你有所帮助。上面记载着基础魔法理论和魔力属性论。学院的课程每年都会变化，但基本上分为魔法和武技两大类。所有新生都必须参加魔力觉醒仪式。路易斯疑惑地重复道：“魔力觉醒仪式？”凯恩竖起手指解释道：“那是一个通过盖亚女神像来感应元素的仪式。我是在教堂神殿参加的仪式，即便是名门望族的成员，也需要支付10枚金币。”路易斯感叹：“10枚金币相当于孤儿院好几年的生活费。”他有些担忧地问道：“在学院里也需要付钱吗？”凯恩摆了摆手：“别担心，如果你在学院参加仪式是免费的，这也是每个人都想进入奥数学院的原因之一。不过，各种生活费和书籍租赁费确实要花不少钱。
当然你也可以用学分来支付。总之，请毫无顾虑的收下这些，以后遇到困难尽管找我。路易斯愣愣的看着木盒，凯恩突然想起什么，关于我们之前的那个约定，用这些抵消可以吗？路易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他看向窗外正在转动的水车，脑中灵光一闪：我得想办法赚点钱。如果利用前世的知识发明一些东西，应该能很快赚到钱吧。他转头看向凯恩：“阿兰卡家族和商会有往来吗？”凯恩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路易斯竖起食指放在唇边：“这是个秘密。”他眨了眨眼：“你迟早会知道的。”1周后，坎多里亚奥术师学院迎来了入学典礼。路易斯穿着深灰色学院制服，迈步走向礼堂。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一名粉色长发的少女从他身边走过，他闻到了一股气味，这种味道，那是最近流行的香水吗？看着价格，他的父母至少也是伯爵级别吧。他凑到路易斯身边：“我是第150届的露丝，恭喜入学新人，需要我带你参观学院吗？”路易斯回应道：“那真的帮大忙了。我是路易斯·基里尔。”露丝走在前面说道：“跟我来。”他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路易斯。基里尔吗？从没听说过这个姓氏，难道是哪位贵族的私生子吗？露丝介绍道：“你可能已经知道了，过去2年里，随着皇帝年事已高，皇室继承人们一直在这里与贵族大家族明争暗斗。在学院宏伟的建筑之下，气氛并不像表面那样平静。多亏了罗尼安院长的努力，表面上学院看起来很和平，但在幕后，为了争夺教育资源，竞争异常激烈。普通学生只要通过考试并获得学分，就能顺利晋升。但在那些权贵子弟之间，魔法与剑的较量从未停止过。”他凑近路易斯，伸手勾住他的下巴：“如果你被盯上或者拿不到学分，就会被退学。你是大家关注的对象之一，所以加油吧。对了，你的家族支持哪一方？”路易斯愣了一下，一名金发少年走过来打断了对话：“你就是那个打破入学考试记录的平民新生路易斯·基里尔吧？”他伸出手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布莱恩。”露丝愣在原地：“平民？但我明明闻到了那种味道。”他气愤地转身离开，真是浪费时间。布莱恩看向路易斯：“别理他。”他握住路易斯的手。简单来说，这座学院就是帝国的缩影，这里到处都是像他那样的人。作为平民，你的处境可能会有些艰难。远处传来呼喊声：“路易斯！”路易斯转头看去，凯恩正挥着手跑向这边。布莱恩松开手：“我去跟其他新生打个招呼，如果有需要随时叫我。”路易斯看着布莱恩离开的背影，沉默不语。布莱恩走远后，神情变得阴沉。凯恩凑到路易斯身边：“你刚才和布莱恩在聊什么？”路易斯平静地回答：“只是打个招呼。”“你认识他吗？”凯恩回答道：“他是大法官的儿子，不过我和他并不算亲近，至少他看起来是个正经人。”费伊走上前来：“但我并不喜欢像他那样意志薄弱的家伙。”凯恩大喊：“你对谁都这么评价，这基本上也是在间接讽刺我吧？”费伊双手抱胸：“如果你能像路易斯一样强，我或许会认可你。”路易斯看向费伊：“再次感谢你在考试时提供的帮助。”费伊摆了摆手：“没必要谢我，你是因为自己的实力才通过考试的，仅此而已。”他挥动拳头：“即便如此，下次我一定会赢。”凯恩在一旁喊道：“别无视我！”费伊嘲讽道：“如果你想引起注意，就先打败我。”弱鸡！凯恩反击道：“肌肉女！”米莉安拉着费伊离开。费伊，我们去完成登记吧。费伊被拽着走远。你等着瞧。凯恩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，递给路易斯。对了，这是你的那份。路易斯看着钱袋，这么多。凯恩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这都是按照你的指示赚来的。贝尔纳村贸易公司。”凯恩看着桌上的瓶子，香水，这就是你的秘密吗？路易斯端着托盘，这是我研发的一种新型香水，它独特的淡雅香气，让它与市面上的普通货色完全不同。凯恩闻了闻，确实不错，但真的能赚到钱吗？路易斯回应道：“只要你试着去卖，自然就会明白了。”路易斯看着钱袋，真没想到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。我要送一些给妈妈。凯恩笑着说道：“你还真是点子多啊，我真想撬开你的脑袋，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。”路易斯搂住凯恩的肩膀，走向新生接待处。这件事要保密好吗？凯恩回应道：“当然，我也从中赚了不少钱。”两人来到接待台前，负责登记的老师递出一张卡片：“路易斯·基里尔，这是你的信用点卡，别弄丢了。希望你能尽快成为一名大师。”周围的学生们开始窃窃私语：“那就是靠着凯恩和费伊才入学的平民吗？真是厚颜无耻！学校竟然允许这种事发生。听说院长为了这家伙，甚至开除了西斯。不过他看起来确实很强，难怪凯恩会和他混在一起。”路易斯有些惊讶地问道：“西斯被开除了吗？”凯恩点头说道：“就是他雇佣了暗杀工会去杀你，学院发现了这件事，所以当场就把他开除了。”路易斯沉思着，果然是他。凯恩继续提醒道：“西斯有个哥哥叫杰斯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，所以你最好紧跟着我。”杰斯冷冷地注视着路易斯，目光中透着敌意。旁边的人低声问道：“杰斯，我们要不要直接？”杰斯冷笑着打断：“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让他慢慢地品尝绝望吧。”坎多里亚奥术师学院大礼堂内，新生们整齐列队。阿罗尼安院长走上讲台说道：“新生们，欢迎来到坎多里亚奥术师学院。”他张开双臂：“你们应当为自己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这里而感到自豪，但这仅仅是你们人生的开始。努力学习，成为真正的强者吧。愿你们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，成为帝国的支柱。”接下来由新生代表致辞。尼尔·冈恩，请上台。沉重的脚步声响起，
一名赤裸全身、背着巨大战斧的红发少年走上台阶，台下的新生们陷入了混乱。那家伙在想什么？他就是那个在考试中拿到第1名的平民吗？这杀气太疯狂了！他为什么什么都没穿？尼尔站在讲台上，大声喊道：“听好了，你们这群蠢货！我的目标是把你们每一个人都打得尿裤子！”台下的新生们瞬间炸开了锅。这家伙以为自己是谁啊？别以为拿了第1名就能这么嚣张，野蛮人！尼尔愤怒地吼道：“闭嘴！你们这群只会说大话的弱鸡！”他对着台下破口大骂，污言秽语在礼堂内回荡。他突然挥起巨大的战斧，指向台下的一个方向：“我的首要目标就是你！”战斧带着狂暴的力量劈向前方，轰的一声，礼堂的地板被砸得粉碎，周围的学生们惊恐地四散逃窜。路易斯站在原地，看着嵌在脚边的巨大武器。尼尔喊道：“路易斯，基里尔！”路易斯抬头看向对方，尼尔赤脚踩在斧柄顶端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路易斯：“你和我。”他露出狂妄的笑容：“来打一场吧！”凯恩冲到路易斯身前，张开双臂挡住尼尔。入学仪式还在进行中，离路易斯远点。尼尔俯视着路易斯：“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别告诉我你就像你身边这个大嗓门一样，只会虚张声势吗？”凯恩咬牙，低声咒骂：“可恶，大家都一样！”他挥动拳头喊道：“接招！”路易斯伸手挡住了凯恩的拳头，他平静地说道：“冷静点。”尼尔看着两人笑道：“我不介意同时对付你们2个胆小鬼们。”布莱恩走上前来：“尼尔，对吧？你和路易斯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天才平民，为了你们好，你们应该好好相处。如果你像这样自私行事，破坏阶级规矩，你在学院待不了多久。”尼尔转过头，语气不屑地回应道：“滚开！我对杂鱼没兴趣。”尼尔愣在原地，路易斯和凯恩沉默地看着这一幕。围观的学生们开始窃窃私语，竟然敢那样跟布莱恩学长说话，平民果然没有教养，为什么要招这种人入学？凯恩走到布莱恩身边：“你插手这件事只会让自己难堪，有些人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”尼尔露出狂气的笑容：“正合我意，我就先把你砸扁。”戴眼镜的老师突然出现在尼尔身后，他按住尼尔的肩，禁止学生私斗。校规里写得很清楚，不是吗？比赛只允许在课堂测试或正式比赛中进行，而且必须有老师在场。任何违反这条规则的人都会被立即开除。他盯着尼尔问道：“明白了吗？”尼尔愣了一下，随即大笑起来：“哈哈，被开除确实是个大麻烦。”他扛起巨大的战锤，转身离开。看来决斗只能先暂停了。他侧过头：“给我等着，路易斯·基里尔。”路易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。男老师拍了拍手：“好了，入学仪式到此结束。今天剩下的时间，你们可以自由活动，但明天就要正式上课了，千万别迟到。”路易斯有些困惑地问道：“他为什么突然要找我决斗？”凯恩双手抱胸回应道：“都是那个肌肉老女生的错。”费伊冲过来，用力敲了一下凯恩的头：“你这个笨蛋，你们2个刚才差点就被开除了。虽然确实有一部分是我的错，但是其实我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和他打过一架，因为时间到了，那场比赛以平局收场。但在那之后，他听到了我输给你的传闻，所以一直渴望和你打一场。总之，没演变成真正的斗殴，真是太好了。如果你因为我被开除，我会觉得很内疚。”路易斯回应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”凯恩说道：“总之，我们走吧。”他搭住路易斯的肩膀，带着他向前走去。经过刚才那场闹剧，周围的学生们纷纷侧目，眼神中充满了敌意和排斥。路易斯察觉到周围的气氛，平静地说道：“看来我们已经被讨厌了。”学院商店内，路易斯看着货架上的商品，这里的东西也太贵了。店员微笑着回应道：“一点也不贵，这个蓬松温暖的羽毛枕头只要30枚银币，简直是物超所值。”他又抱起一个巨大的枕头，还有这个装满魔法草药的草药枕，有助于睡眠和冥想，只要5枚金币就能带回家。路易斯捂住额头，陷入了沉默。凯恩低声说道：“这其实已经算便宜的了，以后你都要在这里购买生活必需品。现在你知道金钱和学分有多重要了吧？”路易斯一脸愁容：“是啊，深有体会。”他对店员说道：“那我要一套最便宜的新生起步套装，100枚银币的那种。”店员愉快地回答：“没问题。”路易斯沉思着，幸好之前靠香水赚了些钱，剩下的钱就寄回孤儿院吧。魔法药剂是训练必不可少的物资，我得找更多赚钱的方法才行。费伊对着路易斯说道：“我们先回宿舍，你的魔法觉醒仪式是在明天对吧？那明天会场见。”路易斯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他看着费伊与米莉安的箱子，露出渴望的神情。是时候努力赚更多钱了。学生宿舍楼矗立在夕阳下，路易斯抱着沉重的行李走在宿舍走廊，寻找着自己的房间60号房。他心中暗自思忖，希望我的室友不是什么恶霸或者阴险的小人。突然，一个白色的包裹从前方的房门内飞出，重重地摔在走廊地板上。路易斯停下脚步，疑惑地看向那扇敞开的门。房间内传出一声怒吼：“别跟我们耍花样！”路易斯抱着行李走到门口，向房间内看去。几名高年级学生正围着一名身材瘦小的少年，其中一人威胁道：“你应该知道反抗我们的后果吧？”另一人附和道：“听我们的话才是为你自己好。”被围在中间的少年沉默不语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。金发学生拽住少年的领带：“你是想找茬吗？”路易斯伸出缠着绷带的右手，指尖轻点对方的胳膊。金发学生惨叫着松开了手。“我的手臂。”路易斯说道：“禁止私斗，记得吗？你做好被开除的准备了吗？”
金发学生急忙辩解道：“我们还没动手呢。”他挥舞着拳头冲向路易斯：“是你先动手的，这显然是正当防卫。”路易斯侧身避开，左手顺势在空中一挥，金发学生的拳头在半空中诡异的转向，重重地砸在了同伴的脸上。同伴惨叫一声，整个人向后飞出。金发学生满脸惊愕：“什么？”路易斯抱着行李，神色自若地问道：“我什么时候打过人了？”同伴惊恐地喊道：“你为什么要突然打我？”金发学生语无伦次地辩解：“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”路易斯抬腿踢向金发学生的膝盖，一道细微的电光在接触瞬间炸开。金发学生发出一声惨叫，抬腿踢在另一名同伴身上。房间内乱成一团，金发学生惊叫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路易斯再次逼近，右手按在金发学生的胸口，雷电的力量瞬间贯穿对方全身。金发学生整个人僵住，身体不停地抽搐，他与几名学生撞在一起，众人摔倒在地，发出阵阵哀嚎。长发学生捂着流血的鼻子吼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金发学生惊慌失措地解释：“不是我。”他指着路易斯大喊：“是他的错。”路易斯神色轻松地回应道：“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，就不要随便怪罪别人啊，学长。”金发学生咬牙切齿地问道：“你刚才控制了我的身体对吧？你这个怪物！”路易斯的眼神变得冰冷而深邃。怪物！他向前迈步，金发学生惊恐地喊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一直沉默的少年伸手拉住路易斯的衣角，路易斯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他：“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”他俯视着地上的学生说道：“如果被发现我们在这里斗殴，大家都会有麻烦的。如果你们有任何不满，想一起去见校长吗？”金发学生连滚带爬地站起身，惊恐地喊道：“该死，这家伙不正常！快跑！”几名学生狼狈地逃出房间。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路易斯看着正在整理行李的少年：“我是你的室友路易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少年弯腰抱起沉重的包裹，沉默地低着头。少年看到了他行李上的名字：卡拉·坎迪斯。他开口说道：“卡拉吗？”卡拉没有回应，抱着包裹径直走向房间深处。路易斯站在原地，陷入沉默。他无奈地笑了笑，完全被无视了呀。这已经不只是害羞的程度了，他绝对是那种容易被欺负的类型。他扶起地上的椅子，第一天就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希望明天的觉醒仪式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了。夜幕降临，空旷的广场上，两个身影正忙碌着。坎德里亚奥数学院的神殿内，学生们成群结队地走着。路易斯看向前方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女神吗？巨大的女神石像矗立在神殿尽头，一名祭司站在石像前，他张开双臂说道：“学生们，瞻仰伟大的创造者吧，盖亚女神。”很久以前，盖亚创造了一个人类与怪物共存的世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怪物们开始掌控压倒性的自然力量。巨龙统治着天空，巨兽主宰着大地，海怪则在深海中称霸。这些强大怪物之间的残酷权力斗争，让整个世界浸染在鲜血之中，无数人类在混乱中丧生。盖亚女神对此感到愤怒，于是她将祝福赐予了那些缺乏魔法力量的人类。人类由此领悟了水土风火的本质，这便是世界的4大元素。在此基础上，人类创造了5纪奥数。经过惨烈的战斗，人类逃离了被毁灭的命运，并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统治者。现在，你们也将像祖先一样，接受盖亚女神的祝福，觉醒这个世界的真实本性，那就是魔法的力量。路易斯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依然没有提到第一位英雄吗？祭司指着路易斯和卡拉：“你们在那一组。”他转过身示意道：“跟我来。”他指着地上的法阵：“坐在这里。如果你有魔法天赋，就能感知到元素。”祭司停顿了一下，眼神变得阴冷：“但是，如果你是感知不到任何东西的废物，这所学院就不需要你。”他张开双臂，高声宣布：“仪式很快就会开始，其他人也请就坐。”路易斯看着祭司离去的背影，那名老师是不是讨厌我？学生们整齐地坐在神殿地面的法阵中，祭司站在盖亚女神像前，高举双臂说道：“土火风水，这4大元素是这个世界的基石，在女神的祝福下，集中你们的精神，去触碰你们感知到的一切。”他开始吟唱：“居住在高处的女神啊，我们祈祷。”神殿内的法阵开始闪烁光芒，各色元素之力在空气中激荡。祭司高声喊道：“请赐予我们祝福！”一道耀眼的光芒从法阵中心升起，直冲向盖亚女神像，随后化作无数流光降落。学生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撼，纷纷抬起头看向四周，无数彩色的光点在空气中漂浮。一名学生说道：“这就是元素吗？”另一名学生感叹道：“真漂亮。”一名少年身边燃起火焰，他兴奋地喊道：“火元素选择了我！”坐在他旁边的少年被水流环绕，水吗？看来我得重新考虑我的5技之路了。突然，一股狂暴的能量在法阵中炸裂开来，火焰如同旋风般冲向天际。一名学生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惊呼道：“双属性！那个平民竟然同时觉醒了土和火，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控制魔法？难道他真的是个天才？”尼尔站在火焰中心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管他是什么元素，你们都得服从我。”他转过头看向坐在不远处的路易斯，一个连叫醒都做不到的人，永远没资格做我的对手。他的语气中带着挑衅：“别让我失望啊，路易斯。”路易斯静静地坐在法阵中，周围的学生开始窃窃私语。等一下，没有任何元素聚集在他身边。路易斯沉思着：为什么我什么都感觉不到？是因为我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吗？之前和凯恩对练的时候，我确实能隐约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力量，但现在就像是我的意识被某种浑浊的东西遮蔽了。他咬紧牙关，我的意志可没那么容易崩溃。路易斯猛地睁开双眼，瞳孔中闪烁着蓝色的电光，给我散开！一股恐怖的能量从路易斯体内爆发，瞬间冲破了周围的黑色气息。路易斯看着眼前的一切，4种颜色的光点在他身边盘旋，这些就是元素吗？
祭司站在远处，看着路易斯的方向。什么？我明明设下了法阵来隔绝他的感知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路易斯伸出手，试图触碰悬浮在眼前的元素，元素却轻巧地避开了他的指尖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。路易斯疑惑地看着自己的手，为什么我能感觉到它们，却无法触碰？他不断尝试，快速地挥动手臂，想要抓住那些流窜的元素光球。然而，无论他如何努力，那些光点始终与他保持着微妙的距离。路易斯停下动作，扶着额头叹了口气，真是麻烦。祭司冷冷地看着路易斯，如果你以为仅仅摆脱精神孤立就能觉醒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禁锢法阵，这是一种专门阻断灵魂与元素之间流动的特殊魔法阵。禁魔宝珠，这是一种能削弱人类与元素之间联系的魔法道具。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摧毁你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树敌太多吧。既然我已经收下了他们的小礼物，就绝对不会收手。在仪式结束之前，你就坐在那里感受绝望吧。夜幕降临，圆月悬挂在云层之上。奥数学院的神殿外，几名学生正穿过空旷的广场，走向灯火通明的建筑。路易斯和卡拉依然坐在法阵中，周围的学生们对着他们指指点点。那两个人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白费劲，看来真的只是个无名小卒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尼尔，亏我还以为路易斯是个天才，真是让人失望。路易斯坐在法阵上，一言不发。卡拉转过头看着路易斯，他突然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触碰着他的胳膊。路易斯疑惑地睁开眼，卡拉指着地面。路易斯问道：“这地板是怎么回事？”卡拉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冰冷，是一个陷阱。路易斯的眼神中透出愤怒，他站起身，挥起缠绕着绷带的右拳，重重地砸向地面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坚硬的石砖在重击下崩碎。路易斯一脸惊讶，在破碎的石块深处，复杂的魔法阵显现，不断溢出阴冷的能量。路易斯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卡拉催促着：“快点！”路易斯回应道：“谢了。”他看着脚下的魔法阵，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出现在这里？只是巧合吗？他抬头看向远处的祭司，还是说……路易斯收回目光，无所谓了。他闭上双眼，感受着周围流动的气息。现在真正的仪式开始了。原本四散逃逸的元素，突然化作一道道绚丽的长虹，疯狂地向路易斯冲去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彩色漩涡，将路易斯包裹在中心。周围的学生们纷纷惊呼：“那个奇怪的漩涡，简直和刚才尼尔觉醒时一模一样！”路易斯站在风暴中心，任由狂暴的元素之力冲刷着身体。祭司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在心中暗骂：该死，他怎么觉醒了？即便是大师级的人物，也不可能突破禁锢阵法和禁魔球才对。一只手搭在祭司的肩膀上，祭司惊愕地转过头：“院长。”阿罗尼安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退下。”祭司躬身退到一旁。是的，远处的学生们聚在一起，低声议论：“院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大概是来检查那个平民的情况吧。但他现在正陷入挣扎，根本无法觉醒。难道校长和他之间有什么秘密？谁知道呢？”祭司看着阿罗尼安的背影，该死，院长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我们的计划差点就暴露了。他穿过大厅，来到了室外。杰斯独自坐在远处的台阶上。祭司低声说道：“失败了，我不想惹麻烦，所以请离我远一点。”杰斯说道：“剩下的交给我处理。”他在心中暗骂：“算你走运，卑贱的平民。”阿罗尼安抬起手，掌心凝聚起光芒。他低声说道：“凯莉，盯着西德的一举一动，绝不能让外人在学院里撒野。”他看向路易斯，障碍已经清除了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路易斯周身环绕着彩色的光点，他看着这些光点，这就是凯恩所说的元素吗？阿兰卡家族内，路易斯翻阅着厚重的书籍，元素到底是什么？凯恩回应道：“他们是女神创造的，这个世界的基石。”路易斯问道：“魔兽从出生起就能使用魔法，那为什么人类需要先进行觉醒？”凯恩解释道：“在魔兽的体内存在着魔力水晶。”他拿出一块闪烁着蓝光的晶体，魔力水晶蕴含着各种元素力量，所以魔兽天生就与元素有着极高的亲和力，并能通过魔力水晶来施展魔法。对于人类来说，我们必须举行觉醒仪式，在获得某种元素的认可后，才能开始操控周围的元素，否则我们无法使用魔法。在觉醒仪式期间，与你契合度高的元素会主动靠近你，一旦你被元素认可，剩下的就是锻炼你的意志和肉体了。路易斯举起那块魔力水晶，仔细端详着，这些就是元素本身吗？凯恩说道：“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由元素构成的。”路易斯看着跳动的蓝色光点，这是否意味着水属性适合我？他伸出手去触碰。深海之中，人鱼在波涛中穿行，雷光在海水中肆虐。巨大的章鱼睁开数只血红的眼睛，触手在阴影中蠕动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路易斯看着指尖的蓝色光点，巨大的红色眼睛在他身后浮现。他发出痛苦的嘶吼，双眼变得通红，狂暴的能量从体内喷涌而出。路易斯双手抱头，四周的能量彻底失控，世界的本质正在显现，遵循女神的意志。阿罗尼安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，不好，情况不妙！路易斯发出一声怒吼，周身的能量波动几乎要将空间撕裂。阿罗尼安张开双臂，他大声喝道：“女神结界，封印！”五彩斑斓的元素光束从四周升起，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半透明结界。路易斯咬紧牙关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远处的学生们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。刚才那是什么？好恐怖的魔力波动！院长为什么要封印它？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。阿罗尼安大声喊道：“冷静点，路易斯，不要被周围的力量左右。”路易斯猛地抬起头，眼中的蓝光逐渐收敛。狂暴的能量漩涡开始平息，化作点点星光散落在空气中。路易斯叹了口气，好险！他擦掉额头的汗水，差一点就失去理智了。
仔细看这些元素，它们和基本粒子很像。如果元素和基本粒子是一样的，那么通过操纵它们的频率，光球在它面前炸裂开来，重新分化成4种清晰的符号：土、水、火、风。彩色飓风在路易斯身边疯狂旋转，校长站在飓风边缘惊叹：“我从未见过这种景象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？”几名学生瘫坐在地上，那个平民的气息比尼尔还要恐怖得多。校长露出一丝笑意：“果然，你超出了我的想象。”路易斯思索着，魔法的本质和基本粒子是一样的。如果我用科学的方式去思考，人类或许能像魔兽一样轻松地使用魔法。五彩斑斓的元素光束形成一道耀眼的红光，直冲天际。路易斯看着流动的能量，在心中感悟：元素就像基本粒子一样，处于不断的运动中。如果将这种运动与气功的流动和呼吸相结合，元素的循环就会变得更加顺畅。他抬起双手，指尖抵住太阳穴，4种颜色的元素能量在头顶汇聚。或许我能在体内创造出一颗魔力水晶，像使用气功一样去施展魔法。路易斯猛地睁开双眼，瞳孔中浮现出一枚晶莹的冰晶印记。巨大的冰柱破土而出，寒气瞬间席卷了整个大厅，地面和墙壁纷纷结霜开裂。阿罗尼安看着眼前的景象，神色变得凝重。路易斯悬浮在半空中，双臂张开，蓝色的魔力漩涡以他为中心疯狂旋转。阿罗尼安的嘴角微微上扬，远处的学生们惊恐地四散奔逃。救命啊！快跑！寒气顺着地板迅速蔓延，正在逃跑的学生被厚重的冰层彻底覆盖。阿罗尼安看着四周肆虐的能量，情况不妙，必须先压制住这股力量。他举起手中的法器，高居于上的女神啊，请聆听我们的祈祷，赐予坎德里亚火焰的力量。他身前凝聚出巨大的魔法阵，火焰屏障。巨大的火焰屏障在神殿内升起，将肆虐的能量强行隔绝。学生们从冰层中解脱，四散奔逃。整座神殿被耀眼的光芒笼罩，巨大的能量波动向四周扩散。书房内，老师们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疑惑地看向窗外。神殿外，祭司看着远处的异象，那是什么？阿罗尼安看着路易斯周身散发的寒气，心中暗自思忖：这种感觉像冰一样的元素究竟是什么？路易斯站在光芒中，他低头看向手中的能量球，元素正在高速移动，而且似乎正在融合。路易斯陷入沉思，也就是说，根据组合的不同，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，并产生新元素，对吧？而且混合后的风与水元素正完全充斥着我的经脉和能量通路，我该怎么办？我需要找人谈谈。他转过头去，惊讶地看着阿罗尼安院长。阿罗尼安抬起手指向前方，路易斯顺着指引看去，这是什么？阿罗尼安收起手中的法器，神情严肃地看向路易斯：“你明白你刚才做了什么吗？”路易斯看着到了一地的学生，有些尴尬地回应道：“看起来我好像真的搞砸了，对吧？”他挠了挠头：“多亏您救了我，院长。”阿罗尼安指尖萦绕着魔法微光：“凯莉，我要回办公室了，抱歉，剩下的善后工作就交给你了。”他迈步离开，示意路易斯跟上。走吧，你也有很多疑问，对吧？院长办公室内，阿罗尼安坐在桌前。首先祝贺你成功觉醒，如果我的直觉没错，你已经觉醒了全部4种属性，对吗？路易斯回应道：“没错。”他伸出右手，指尖上方浮现出4颗元素光球。看吧，阿罗尼安说道，竟然已经能如此熟练地操控元素了，真不敢相信你只是个刚觉醒的学徒，你的天赋确实非同寻常。他从桌上拿起一本厚重的书籍，这是我平生所学的笔记，应该能对你的魔法学习有所帮助，我希望你能把它作为参考。我只擅长使用风属性和土属性，所以关于火属性和水属性的问题，你应该去请教费伊和米利安。路易斯双手接过书籍，恭敬地回应道：“谢谢您。”阿罗尼安补充道：“那2位都出身名门，而且他们也认识你，由他们指导是最理想的。”他扬声喊道：“凯莉，你可以进来了。”凯莉周身环绕着青色的风属性魔力，瞬间出现在房间中央。阿罗尼安介绍道：“这位是凯莉，她是我的亲信，从现在起，她将负责保护你。”凯莉微微躬身行礼：“院长，我们换个地方谈。”3人来到一处幽暗的地下室室，四周墙壁上刻满了复杂的魔法纹路。路易斯环顾四周问道：“这是哪里？”阿罗尼安说道：“这是我平时训练和冥想的地方，我已经用土属性魔法加固了这里的墙壁。”凯莉站在一旁，抬起手示意路易斯：“那么现在能让我看看那种元素吗？”路易斯伸出手：“这是我在觉醒仪式上偶然发现的，通过加速2种元素的运动并将其融合，一种新的元素诞生了，我给它取了名字——冰元素。”阿罗尼安看着那团能量，冰元素，我从未听说过混合元素这种事。凯莉看着路易斯手中的寒芒，女神啊，正如院长所说，真是令人胆寒的元素。他嘴角上扬，露出兴奋的笑容，猛地冲向路易斯，也让我感受一下吧。路易斯抬起双臂抵挡，冰蓝色的气息在2人之间炸裂。他挥拳直击，带起一阵寒风。凯莉侧身避开，路易斯盯着凯莉的动作，手中凝聚起更强的寒气。凯莉被一股力量震退，在地面上滑行出一段距离。他稳住身形，看着覆盖在手臂上的冰晶，他的动作变快了吗？不对，是我变慢了。这也是冰元素的力量吗？凯莉看向阿罗尼安问道：“融合2种元素，以前有人做到过吗？”阿罗尼安摇了摇头：“没有。自从魔法诞生以来，人们对力量的研究从未停止。历史上无数天才将一生奉献给魔法，但从未有人成功融合过元素。在魔法的世界里，大多数人只能控制单一属性，只有极少数人能觉醒多种属性。即便是帝国最强的圣女，被誉为东部地区100年一遇的天才米利安大人也是如此。即便是那位大人，
也只能同时控制3种属性。他曾经也尝试过融合2种属性，但最终失败了，因为他的精神和肉体都无法承受那种负荷。路易斯问道：“所以普通人类无法承受属性融合吗？”阿罗尼安回应道：“没错，人类想要使用魔法，必须用肉体和精神去承受元素的力量。当你像刚才那样加速元素的运动时，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来引导它们，并将它们释放到体外。如果你试图同时引导多种元素，它们会在你体内发生剧烈碰撞，然后夺走你的生命。”凯莉沉思着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孩子的潜力或许足以与圣女媲美。